我的祖先到台湾来，第一代应该是在康熙年间。几百年来，我们都住在台南的马兵营，这个是郑成功当年呢骑兵训练的地方，可以说是7代7房啊，所有的族人那个时候，都聚集在一起。1894年4月，台湾的省会正式由台中改定为台北。不料，1894年7月间，中日甲午战争因朝鲜问题而爆发，战火由朝鲜蔓延至中国黄海、辽东和山东，日军全歼清朝精锐北洋水师，继而大举发兵，意欲直捣京城，大清江山危在旦夕。战事持续近9个月，最终以中国割地赔款、遭到屈辱的惨败而结束。战火却没有消停，战场换成了千里之外的台湾。1895年，岁次乙未，台湾进入危急存亡的关头。这是台湾巡抚唐景崧发布的抗日招兵布告。唐景崧，广西灌阳人，因在越南抗击法军有功而调任台湾兵备道。甲午战争爆发后的1894年10月，接任台湾巡抚。危难之际，唐景崧积极筹防战守，也算是竭尽了全力。通治总局采访师邱逢甲，广东客家人，出生于苗栗，26岁中进士，被钦点为工部主事，但他却无意仕途，回台湾以教学为业。危难关头，作为台湾的学界领袖，时年30岁的邱逢甲被推上募兵筹防、保卫台湾的第一线。日本马关春帆楼，一个以烹制河豚美食而闻名的餐馆，从1895年3月20日开始，中日两国在此举行了6轮停战议和谈判。李鸿章和他所代表的国家已经成为一条任人宰割的河豚。谈判的过程中，日本方面就提出了非常苛刻的这个停战的条件。李鸿章在这个过程中也反反复复的几次的，甚至以台民反对以台民吸食鸦片等等争取不割让，均遭到伊藤博文的反驳。割让台湾是他势在必得的。在马关被日本刺客开枪击中脸颊的李鸿章，带伤在谈判桌前向伊藤博文苦苦恳求。连李鸿章都不知道，早在第3次谈判期间，3月24日下午，日本比志岛混成支队5000多人就突袭攻陷了澎湖。日本是要造成占领澎湖、直逼台湾的既成事实，迫使清廷早日接受日本最为苛刻的条件。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被迫与伊藤博文签订了丧权入国的马关条约。中国赔偿日本2亿2白银，大约相当于晚清政府10年的财政收入。清朝的龙兴之地辽东半岛被割让给日本。后来因为俄法德3国干涉，日本只好放弃，由清政府再付3000万两白银赎回。台湾及澎湖列岛被割让给日本。春季4月的北京城，云集着数千名从各省前来参加会试的举人。在急切等待放榜的日子里，不料先等到的竟是一个割地赔款、奇耻大辱的条约。狂飙奏起，朝野震动。当时台湾在京举人王纯元、罗秀慧、黄宗鼎
以及台籍京官叶提彦、李清奇垂手顿首，痛哭流涕，率先上书督察院。与其身为降奴，不如死为义援，表达了这么一种心声，画出了一种各腹之痛。广东举人康有为联合各省举人公车上书。康有为在里面讲到，台湾举人垂涕而请命，莫不哀之。那后来他也感到士气可用，然后就去发动各省举人联名上书。康有为以1昼2夜草为万言书，请聚合变法迁都。这份万言书上留下18省603个举人的签名。台湾5人上书，18省举人上书，清政府的各级官吏也纷纷上书。反割台的上书大潮在北京汹涌。4月中旬至5月初，奏章共140件，签名者数千人。割台的噩耗传到台湾，台人奏闻之，若午夜暴闻轰雷，惊骇无人色，奔相走告，俱哭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台北中山堂一带曾经是台湾巡抚衙门所在地。台湾哀愤的民情通过巡抚唐景崧的电奏稿一次次发往北京。万民愤慨，势不可遏；台民愤恨，必不服窝；台民愤急，台民不服。台北鸣锣罢市，游行抗议，声民们涌到巡抚衙门，呈上集体写成的血书。万民誓不服窝，割一死，据一死，宁先死于乱民手，不愿死于倭人手。邱逢甲是这场反割台运动最重要的领导者，他3次刺写上书：台湾属倭，万民不服；台湾是臣等桑梓之地，亦与存亡。如倭酋来收台湾，台民唯有开仗。唐景崧何尝不想跟日本人再打一仗？他多次上奏朝廷，不如翻约与战，只此一着，中国尚有转机，为战有生机，割地赔款实成绝路。血泪呼号已于事无补。以邱逢甲为首的台湾官绅们推出一个自救方略，这是唐景崧的幕僚，曾任清朝驻法、德、意公使馆参赞的陈济同想出来的。唐景崧啊，他是接受了陈济同的一个策略，就是成立台湾民主国。这个绝地求生的筹划，是援引国际公法、乐占领土、必视百姓从为等成立，争取国际干预，以使日本放弃割台条款。台湾民主国当时并不是说要自外于中国，而是说以台湾民主国的名义的话，就看能不能就是说可以免除于被日本人统治。这是台湾民主国的国旗，图案为蓝地黄虎。这个虎尾向上，尾高手低，就表示它是向清朝臣服的。同时，它的国号也称为永清，就是永远就是忠持于清朝的这个意思。5月25日，台北举行承印大游行，民主国在凄风苦雨中成立。邱逢甲、刘永福等人担任要职，唐景崧被拥为总统。5天前，清廷已经解除他的职务，谕令文武官员内渡。他却被台湾民众留了下来，坐上这把他并不想坐的交椅。就职典礼上，唐景崧失声痛哭。6月2日，清朝代表李经方在基隆三貂角外海面上，与日本代表华山资纪完成台湾交割手续。李经方是李鸿章的儿子，他是极不愿意充当这个角色的，他不敢上岸，坦言怕被愤怒的台湾民众杀死。
其实此番交割也就是个形式而已。这纸文书签订的4天前，日军已经登陆台湾。1895年5月29日下午，日本近卫师团绕开唐景崧重点布防的基隆和淡水，出其不意，在今天新北市贡寮区抢滩登陆，台湾以卫抗日就此拉开了帷幕。近卫师团是日本天皇的亲卫军，是承载着天皇荣誉的精锐师团，师团长陆军中将北白川宫能久亲王是明治天皇的堂叔。登陆澳底的北白川宫能久，在他的临时营帐前留影，端坐于皇室沙发，马靴踩在台湾的土地上。登陆后，近卫师团第1旅团迅即发兵，翻越三貂岭，向基隆推进。日军迂回包抄的进兵路线，打乱了好为之兵的唐景崧所苦心设计的防守计划。仓促应战的越勇一触即溃。基隆、台北的门户，6月3日，日军8个中队4000多人向基隆发起猛攻。基隆攻防战在倾盆暴雨中展开，经过5个小时激战，基隆街市被日军占领。尽管不乏热血杀敌的将士，但北部防线很快就全线崩溃了。6月3日，在占领基隆城之后，日军又攻陷城外制高点狮球岭。省城以北已无险可守，台北岌岌可危，大量溃兵涌进城内，一团乱象。唐景崧已经完全控制不了局面了。6月4日夜间，巡抚衙门大院遭败兵纵火，唐景崧逃出衙门，微服夜奔淡水。2天后，搭乘德国商船亚沙号仓皇西渡，离开了战火燃烧的台湾。6月6日，蒙甲杂货商辜显荣前往基隆，引导日军进入台北城。事后，他获得日本总督的特别关照，由此一系致富。6月7日，近卫师团前锋部队占领台北。11日，北白川宫能久率大队日军由北门进入台北城。这座命运多舛的城市，在建成仅仅10年之后，就这样落入日军之手。台湾布政使司衙门，清代台湾最大的官厅建筑，变成了日本帝国的台湾总督府。6月17日，日本首任台湾总督华山资纪在这里举行台湾史正式。此后，日本便把这一天看作其对台湾统治的开始，称作史正纪念日。史正式2天后，6月19日，近卫师团山根信成少将率混成支队南下，试图一举拿下新竹，以打开南进通道。但是日军推进的步伐无法再如台北那么轻快了。桃园、新竹、苗栗地区境内遍布闽越移民的村落，以客家人居多。在台北陷落之后，这片土地的垦拓者们揭竿而起，为保卫家园而战。他们以竹篙、雕菜刀的原始武器，向具有近代装备的日本正规军做壮烈反抗。新竹北埔垦拓豪族金广福江家第4代传人江少祖，闻台北一破，慷慨散家财，募团勇，组建起一支500多人的敢字义勇军，与日军接战，身先士卒。江少祖此年19岁，
是台湾抗日义军最年轻的首领。苗栗头份开武馆的徐湘，苗栗铜锣湾的教书先生吴汤兴，也拉起了抗日义军队伍。他们和江少祖都是广东客家移民后裔，也都是秀才。后人于是称他们为客家抗日三秀才。6月11日，北白川功能9进入台北城的同一天，新竹城内，吴汤兴率各路义军祭旗誓师。吴汤兴表达了必死的决心，是吾等效命之秋也。此后，吴汤兴统领的新苗军各部，会同湖南将领杨再云的新楚军分兵作战，以游击战术节节阻击南下的日军。日军陷入苦战之局。对此，日本随军记者和画师有着诸多图文记录。台湾岛的竹子一株可延伸数十干，竹林非常茂密，敌军就盘踞在竹林，以步枪猛烈乱射，以竹丛中的家屋为据点，顽强的抗御。对手十分顽强，丝毫不怕死。他们隐蔽在村舍，当一所房子被大炮摧毁，就镇静地转移到另一所房子，等一有机会就发动进攻。每个人，甚至年轻妇女，都拿起武器来，一面呼喊着，一面投入战斗。新竹当时是台湾北部仅次于台北的第2大城市。6月22日落入日军之手。围绕这座城池，双方在50多天展开多次争夺战。7月10日，抗日联军第2次反攻新竹城，但被早有防备的日军所伏击，情势危急。这时，江少祖挺身而出，从18尖山一路杀到东门，以掩护主力部队的转移，终因寡不敌众，陷入为恶之境。江少祖吞服鸦片膏，自尽而亡。在他身亡之前，题下了绝命诗：“男儿因为国家计，岂敢偷生降敌夷。”江少祖，他当时是只有19岁，跟他的妻子陈满妹才新婚不久。在江少祖壮烈成人大约1个月后，他的遗父子才出生。大柯坎溪流向淡水河，是桃园山区的汉人将茶叶樟脑输往台北的黄金水道。现在这片山河竖起了闽南人的抗日旗帜，主要首脑是福建安溪移民的后代，樟脑制造商苏立，以及苏立的内侄苏俊、外甥陈小皮。他们集众数千人，组建成三角勇义民营。7月12日，禁卫师团的运粮队在三角勇隆恩埔遭到三角勇义民营的伏击。这个貌似英雄的特务曹长樱井茂夫其实死得很惨，他所率领的运粮队35人，除了3人逃脱外，全军覆没。第2天，日军访城支队赶来营救，却在分水仑遭到义军的包围伏击。经过2昼夜血战，894人的访城支队几乎弹尽粮绝，靠着4个士兵化妆成乞丐，突围求援，才死里逃生。日军遭到进入台湾以来最严重的挫败，不禁惊叹：举凡新竹、台北间一带土地，若说它山河草木全是土匪，也未为不可。日军南征计划严重受挫，只好暂缓南进。从7月下旬开始，由山根信成少将率大队日军沿台北至新竹之间展开无差别扫荡，实施报复性的焚村与屠杀。华山自纪公布台湾人民军事犯处分令，除了屈服投降，任何形式的抵抗或者不顺从，都将格杀勿论。7月25日，
被日军重点搜捕的邱逢甲，从台中梧栖港西父母登州内渡。这是距唐景崧离台的49天之后，行前他写下6首离台诗，一句孤城无力可回天，道尽多少悲怆无奈。诗中也表达了有朝一日卷土重来的不甘之愿。台湾民主国的主要人物相继前往大陆，但刘永福依然坚守在台南，苦撑待变。刘永福，广西钦州人，曾率领他号称黑旗军的队伍，在越南战场大败法国军队。甲午战争爆发后，时任闽粤南澳镇总兵的刘永福被清廷紧急派赴台湾帮办防务。台北失守，唐景崧西渡后，6月28日，台南生民数千人在关帝庙前集会，公推刘永福继任台湾民主国大总统。总统府就设在台南大天后宫内，但刘永福坚持不就。他进驻台湾兵备道衙门，仍然以钦差帮办台湾防务、闽粤南澳总兵的名义，在危难之际扛起领导抗日的最高军政职权。刘永福向全台军民发出抗日告示，他的队伍依然沿用了黑旗军的称谓，但实际上包括了大量没有撤离台湾的清朝正规军。这是当时以台湾民主国名义发行的邮票、纸币和股票。台湾已处于无天可遇、无主可依的困厄境地。刘永福和台南官绅们穷尽一切办法，维持暂时的经济运转，苦撑抗日保台的危局。8月，台湾反抗军在彰化进行了乙未战争最大的一场会战。彰化在中台湾，彰化城，然后它东边有这个八卦山当屏障，所以是一个这个军事地理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要塞，把大军全部集中到这个八卦山上。刘永福派出心腹将领浙江人吴鹏年，率黑旗军北上，组织彰化会战。吴汤兴、徐襄率新苗军残部从苗栗撤退南下，台湾抵抗军数千人云集彰化城。要决一死战，最大的一场战役就是在八卦山。400个黑旗军战士在八卦山突击，架设大炮，向大肚溪对岸的近卫师团炮击。日本军佯装要从正面来进攻，事实上他是摸黑，从八卦山的背后小径上来，从清军的背后来偷袭，所以清军浑然不知。吴汤兴、吴鹏年等人都死在彰化八卦山的这一场战役。这天是1895年8月28日。70年后，1965年，当地农民在犁地时意外挖到一个埋骨坑，内有679具骨骸。经考证，均为当年八卦山之战的抗日英烈。华山之际，原以为台湾不过手掌大小之地，以一旅之众即可一举歼灭。但现在他感到兵力远远不够了，大本营迅即增兵，混成第4旅团、第2师团相继赴台增援。日军成立南进司令部，制定新的作战计划，4万大军海陆并进，分3路围攻台南。嘉义布袋港，10月10日，混成第4旅团在福建公真爱亲王率领下在此登陆。真爱亲王是北白川宫能久的亲弟弟。登陆后，
第4旅团随即向台南推进。从盐水港到铁线桥，一路遭遇反抗军的抵抗。真爱亲王的部队于是发动强力扫荡，仅数日间，被第5联队枪杀斩杀的敌兵有600-700人以上。如果加上第17联队所杀者，则应有1000人以上。混成第4旅团登陆布袋港的第2天，10月11日上午，第2师团在陆军中将乃木希典率领下，从屏东枋寮登陆。枋寮北岸的嘉东角是屏东客家6堆部落中的左堆所在地。日军登陆的当天，左堆首领萧光明领导义军正面迎敌，打响南部抗日第1战步月楼之战。萧家古厝步月楼当年是进入嘉东角村的城门，发生在这里的战役让日军留下深痛印记。进攻步月楼的整个第3中队皆陷于死地，最后以死伤52人的代价，靠着增援部队才攻破这个城楼。日本人到最后占领了，还把这些乡民都抓起来，他怎么样呢？他就闻，这手上有火药味，就马上就把你这个处决掉了。步月楼之战45天后，6堆地区爆发了一场更大的战事——火烧庄之战。火烧庄原名长兴村。11月26日，在大总理邱凤阳的率领下，6堆义军与第2师团山口速成少将的1000多精锐部队血战半天，刀断矢尽，惨遭屠戮。据日军统计，此战他们杀了300多人，烧毁4个村庄，长兴村在一炬之下化为灰烬，由此名叫火烧庄。日军3路合围，逼近台南城，刘永福已经难以支撑了。他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台南的最后一道防线曾文溪。抵抗已到最后的关头，败局已定，但徐湘依然在苦战。他仅是个苗栗乡村武馆的塾师，却在乙未战场从新竹打到台南，几乎参与了所有重要的战役，一次次死里逃生，一次次挺身再战。曾文溪是他的最后一战，他中弹倒地，跃起而呼曰：“丈夫为国死，可无憾。”消息传来，刘永福已经欲哭无泪，回天乏术了。这张照片日军印了6万张，抓捕刘永福，日军已经布下天罗地网，但刘永福还是破网而出，逃出了台湾。这是1895年10月20日，以民主国名义组织的乙未抗日至此终结。10月21日清晨，第2师团山口少将率军由小南门进入已无防卫的台南城，近卫师团没有抢到头功。10月22日，师团长北白川宫能久从大东门进入台南城，他是被抬进来的。11月5日，日本政府宣布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因犯疟疾，于10月28日死于台南城。在所谓乙未征台之役中，日军动用了2个半师团近5万兵力，超过当时全国总兵力的1/3，另有2万6千多名随军服役，共7万多人，花了近5个月时间才占领了台湾。清台军最高将领北白川宫中将死亡，近卫师团山根信田少将死亡，被打死病死4600多人，染病负伤2万7千多人，伤亡数量远超于中日甲午战争。1895年11月18日，台湾总督华山资纪向京都大本营报告，
全岛西雨平定。台湾1895年的最后几天，台北城连续出现极具煽动性的布告。一个自称受刘永福委任的台北新苗裔民军统领胡阿景，宣称要誓师督众，剿灭倭逆。新年元旦的凌晨，胡阿景等10几路义军开始攻城。这是一次没有成功的军事行动，简大师的队伍是这次攻城的一支主力。华山之际，他以为已经征服了台湾了，没有想到，后来这个民间还有相当深厚的抗日力量了。那么，当中台北的简大师，然后中部的柯铁虎，南部的林少猫，那就是抗日三盟啊。在淡水开武馆的简中号阻击漳州南进，能举起数百斤的石狮子，因此被称为大狮。简大师在1895年底率众起事，队伍一度发展到5000人，是台湾北部势力最强的抗日义军。2次攻袭台北城，与日军周旋作战3年之久。1900年，简大师在漳州被捕，押返台湾，受尽酷刑后，被日本总督府下令处死。简大师被捕后，坦白了他的抗日动机：日人无礼，屡次去我家寻衅，且被奸淫妻女，我妻死之，我妹死之，我母与嫂死之，一家10余口，仅存子侄数人，又被杀死。简大师因此发誓，与日本人不共戴天。这里是云林县的铁国山，是中部的抗日根据地。铁国山抗日首领先有刘永福的爱将简易，后有年轻的柯铁虎。柯铁虎领导这个抗日的义军据守铁国山，用游击战让日本伤透了脑筋。被柯铁虎的抗日武装打痛了，日军竟然对平民百姓大开杀戒，这就是云林大屠杀，一种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见人就杀，看到村庄就烧，能够拿走的就抢。铁国山附近这里有55个村庄受了这样子灾难，还有5000多户的民家被烧了，当地就变成惨绝人寰的地狱。这个是日军随军的人员所描写的。据学者推算，为时7天的云林大屠杀，惨遭杀害的台湾民众达6000人。而台湾省通志记载，相传死者不在3万人以下。云林大屠杀震惊国际，境外媒体发出最愤怒的声音：日本人正采取歼灭所有台湾人的策略，台湾人的收获被破坏，家园被烧毁，祖先坟墓被挖掘，妇女遭凌辱，愤怒到极点。云林大屠杀3个月之后，曾经发生6堆抗日的恒春地区，又一位客家人拉起了队伍。他叫林少猫，是一位经营碾米酿酒业的殷实商人。台湾总督府远景严格志记载，林少猫丝毫不害良民，慨以屠戮日本文武官员为止。台湾宪兵队史甚至说，林少猫为南台湾最剽悍、最令官宪棘手的人物。1902年5月，林少猫被日军诱杀，他身中乱枪，倒在家乡的水田里，头颅被割去，枭首示众。
1915年，日本统治台湾的第20个年头，台南一座名叫西来庵的王爷庙，一个号称大明慈悲国的抗日政权在此成立，领导者是余清芳以及罗俊、江定等人。他们都曾在乙未割台时参加过抗日义军。余清芳以西来庵为根据地，他在此设坛布道，发展信徒，宣称日本的气数已尽，号召信众们起义，推翻日本统治。消息败露，罗俊被捕，余清芳逃至台南交8年，和江定会合，于1915年7月率数千信徒举行暴动。他们拿着如此简陋的武器，发起一连串对日本人的袭击，并在虎头山与日军血战3昼夜。起义遭到残酷镇压，日军血洗交8年，被杀戮的义军和民众多达数千人，酿成交8年惨案。余清芳等1957人被捕，监狱人满为患，日军在庙里搭建了临时牢笼。这是交8年事件被告从台南监狱被押赴法庭受审的情景。连家的马兵营已被日本人具有，建起了这座台南地方法院，审判在此进行。1482个人遭到起诉，其中453人判有期徒刑，而被判处死刑者高达866人。消息传开，举世哗然。迫于多方面的压力，总督府不得不宣告减刑，死刑犯改判无期徒刑，但余清芳、罗俊、江定等95人已被处决。1915年的这起交8年事件，是台湾持续20年的武装抗日规模最大、牺牲人数最多的一次。自此，台湾汉人的武装抗日行动终于被完全镇压了下去。1933年7月，一位猎人在南投雾社大山深处发现一具尸体，头部有子弹穿过的弹洞，身边有一处锈迹斑斑的38式步枪。他是莫纳鲁道，日本人搜寻他的下落已经3年。莫纳鲁道这个人哦，他15岁就已经猎过人头。就我听到我知道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慷慨，然后很有豪气的一个人，是一个很会征战的人。雾社因晨昏时多被雾气缭绕而得名。海拔1000多公尺以上的山岗上，居住着赛德克人的10余个部落。日本统治台湾已经30几年，赛德克族莫纳鲁道这个部落已经被日本人列为魔幻部落。日本对台湾原住民有几个手段，那一个是围剿，用武力去围剿你。在1915年左右，原住民也慢慢的等于是被日本军事镇压给那个压制住了。武力镇压的同时，是推行教化。他用教化，比如说安排你到日本去参观，去看看日本的实力是怎么样，比如说他们的部队或者他们的设施等等，你看我们多强，所以你应该是服从我们。讲简单一点，他就是向他们示威。有很多的头目确实就反抗日本的那种雄心壮志就消失了，真的害怕说
莫那鲁道去过日本，见识了日本帝国的强大，但他并不害怕。日本政府来了，要管制他们，没有办法种小米，也不能打猎，不能织布，这样又每天义务劳动，背木板、背木斗，也没有一点工钱给我们。要服劳役、义务劳动，比如说盖学校、盖宿舍。那你知道有很多交通是很不发达的啊，它特别那个海拔大概2、3千公尺的到这样的一个部落，这个对原住民来讲是相当辛苦的哈。后藤新平第3任民政长官，他创立了日据时期台湾的远景政治，以强化地方治安。远景的势力渗入民间，无孔不入，以至于令人恐惧到谈虎色变的程度。导火线终于被点燃，马赫坡社正举行一场婚宴，日本远景吉村克己路过，出于礼节，莫那鲁道的儿子塔达欧莫那向他敬酒。吉村讨厌那个不洁的宴席，而强力拒绝，并且以警棍击打塔达欧莫那的手，双方由此发生斗殴。第2天，塔达欧莫那遭逮捕，被严刑拷打。新仇旧恨，忍无可忍，莫那鲁道决定起事。雾社事件，就是为了争这个自由。他们追求是灵魂上的自由。一群男人，一群女人一起求死。1930年10月27日，雾社公学校举行联合运动会。利用这个时机，莫那鲁道率领雾社6个部落发动起义。他们冲进运动会的会场，139个日本人被杀死。对日本人来讲，简直是晴天霹雳。一个他们认为魔幻的部落，还会发生这么大规模的一个针对日本人的起义。 2天后，总督府调集日本正规军和远景部队2500人，开进了雾社。莫那鲁道率领雾社1000多名男女老幼，在这片深山密林间与日军血战1个多月。装备精良的日军动用了飞机、山炮，甚至包括国际公约严禁使用的腐烂性毒气弹。在男人们即将弹尽粮绝的时候， 妇女们以赛德克女性的方式做出他们的抵抗。那些妇女，她们为了要让自己的孩子、自己的丈夫能够勇敢的去战斗，她们选择集体自尽了。老人、妇女全部都自己吊死。一棵树像果子一样，满满的都是吊死的。部落之间的矛盾被煽动起来，发给武器。 重金悬赏，让兄弟去打自己的兄弟。最惨烈的就是骨肉相残啊！看，这个是有老人、小孩子都有。这个日本人带我们自己的兄弟，杀我们自己的兄弟，101个头。 101个人头排成一堆，后面就是警察，好，旁边的一些原住民就是被日本胁迫，好去杀回来的，好，这是在人类发展史里面是相当残忍的。莫那鲁道也选择了死亡，他走入大山深处。 在断崖绝壁上饮弹自尽。42年后，西元1973年，莫那鲁道的尸骸隆重归葬于雾社。雾社抗日死难者有400多具遗骨也安葬在这里。这群因生的尊严无法得以满足。
而被迫高贵赴死的人们，没有留下名字，他们却有个共同的称谓——赛德克·巴莱。赛德克是他们认为是，巴莱是真正的。赛德克巴莱就是真正的人。从1895年起始的50年间，在台湾遭日本杀害的反抗者和平民百姓难以计数。他们和莫纳鲁道一样，化成了台湾的泥土和山川。他们的碧血阴风庇佑着台湾的大地苍生。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400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歌台湾。马关条约签订1周年的日子，身处广东蕉岭的邱逢甲写下了这首《春愁》。西渡返乡后的邱逢甲念念不忘台湾，他将书房取名为念台精舍，将儿子邱从更名为念台。他病逝于家乡，最后的遗言是：藏须向南，无不忘台湾也。一大批台湾士绅陆续西渡，台湾最大的2个家族板桥林维元和雾峰林朝栋，先后举家回到厦门，在鼓浪屿上重建家园。那么剩下这些老百姓，包括我的家人在里面，那就是待宰的羔羊一样的。所以，我们家整个的马兵营被日本人呢，以1块钱吧，就是象征性的把它征收了。我们期待期防的这个族人呢，那么就散居到台南呢附近各地。我们的根呢，被日本人就这样子就等于是除掉了。我的祖父他曾经讲过，说是身为炎黄的华胄啊，而为他族贱奴。这个是气血追心呐。连雅堂决心以一己之力为台湾书写一部历史，他费尽心力，旦夕握笔，以10年时间完成了史学巨著《台湾通史》。他有他自己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看法，那就是民族的大义。台北士林芝山岩会济宫，1895年7月，日军占领台北不久，总督府学务部从大稻埕迁到这里，宫内的文昌祠变成了日本在台湾的第1所学堂——芝山岩学堂。首任学务部长伊泽修二决定把台湾变成日本国家主义教育的试验基地，他非常迅速地从日本招募到6位教师。1895年9月20日，这里开学了，首批21位学生叫做国语传习生。这里的国语已非中国语，变成了日语。日本孩子念小学校，台湾人的子弟则念等而下之的国语学校和公学校，主要就是学日语。总督府确认，台湾教育的目的在于以促进最高限度的效忠日本为目标。台中雾峰这片园林曾是雾峰林家顶错的花园。雾峰林家分成顶错跟下错，
到了日本统治时期，下挫林草洞这一边，基本上比较多人都回归到中国大陆去，那顶错这一边就留在台湾。当时马关条约有一个规定，就是在1897年5月8号这一天以前，如果没有离开台湾，还留在台湾的都属于日本籍。身份的这种变化令人无奈。顶错林家在1895年也曾整个家族避难泉州，几年后再度返台。毕竟历代祖先打拼下来的家业都在台湾，司土难离。1900年，顶错大家长清末举人林文清病逝于香港，他19岁的儿子林献堂接掌了家业。1898年，第4任总督儿玉源太郎启用后藤新平担任民政长官。台湾文化人黄望成撰文说，后藤新平从台湾人的性质上发现了3条弱点：怕死、爱钱、重面子，因而制定出治台3策，其实就是对台湾人实行糖与鞭子的2手策略。后藤新平一方面制定保甲条例、匪徒刑罚令，严厉镇压民间抗日活动；另一方面采用怀柔手段，诸如推行伸张制度，对台湾人民中有学识或有资望者颁给伸张，以收拢民心。门庭显赫的雾峰林家，自然成为殖民统治者极力笼络的对象。林献堂22岁被任命为雾峰区长，25岁被授予伸张。但是和当时普遍的台湾人一样，豪门大院里的林家依然保持着汉民族的穿着习性，而林家子弟在日据之后的多年间，都聘请家庭教师学汉文，无一人上学日语的雾峰公学校，导致公学校招不到学生。1915年，台中有了这所中学，它由台湾全岛200多位士绅合力捐款25万建成。建校的发起人是林献堂和他的堂哥林烈堂。林家光是土地就捐出了15000坪。这座建校纪念碑开张名义第1句写着“无台人出无中学，有则自本校史”。日据20年后，台湾子弟方才有了第1所属于自己的中学——台中一中，为台湾培养出众多精英人才，享誉全台。雾峰林家是当年台湾中部文人的汇集吟咏之地。林献堂家学渊源，有喜作诗。1910年，他加入由他堂兄林痴仙、堂侄林佑春等人创办的一个诗社。台湾割让给日本以后，这些读汉书的、要考功名的这些知识分子，他们就没有办法再继续以汉学的这个知识来考取功名，所以汉学在日据时代等于是一个弃学、没有用的一个学问了。诗社因此称为栗。那栗木是一个不好的木头，是做筷子的，所以他们就取了这个栗木的栗，来作为他们的自立，来勉励自己要把汉文化承续下去的一个这个知识分子的一个志向。有评论者说，汉文之不废绝，立社诸子实大有功也。1911年3月28日，立社诗人极其敬仰的梁启超从日本来到台湾。梁启超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因推行戊戌变法失败而出逃日本，在台湾却被当作故国的象征，台湾刮起了一股梁旋风。
梁启超此行是应林献堂3年前的邀请。那是1907年，林献堂与仰慕已久的梁启超在日本奈良的一家旅馆不期而遇。两人急切沟通，但彼此却听不懂对方所讲的方言，最后改用笔谈。梁启超先写道：“本是同根，今为异国，沧桑之感，谅有同情。今夕之遇，诚非偶然。”林献堂动容泪下。他们所期许的、所想的，都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面对异族统治之下，那我们要用什么办法来抵抗这个日本的这个强势的这个力量？要怎样来抗日？梁启超说，因为祖国现在陷于积贫积弱的一个状态之下，至少在30年之内是无法援助台湾人民的，所以台湾人民要孤军奋战的话，恐怕以武装斗争的形式是不能获得成功，而且是牺牲非常惨烈的。他建议台湾人民应该借鉴爱尔兰人民斗争的一个历史，采取议会斗争的方式，以柔性的方式来对抗日本人。这实际是一条非武装抗日的路线。梁启超一系谈话对林献堂影响至深，林献堂终身奉为圭臬。这是所谓改良派对台湾的影响，那么是直接影响了台湾从1910年以后武装抗争之后，所以走文化的、议会运动的、走温和改革的，在殖民地之下求生存、求发展的这样一个路线。梁启超离开台湾半年之后，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推倒了清王朝，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宣告结束。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有一段译文，开国典礼之后，孙中山会见了曾参与黄花岗起义的南洋归侨罗福兴。孙中山告诉罗福兴，不收复台湾，无以立足于天地之间。祖籍广东梅州蕉岭县的罗福兴对台湾有特殊情感，苗栗算是他的第2故乡。我祖父在苗栗住了4年，看到的日本人对台湾同胞的那一种苛虐的一个政治，苛虐政就是把台湾人当成次等国民这样子。辛亥革命成功以后，他第一个想到就是台湾。辛亥革命的成功鼓舞了罗福兴。1912年12月，他回到台湾。罗福兴在台湾组建了同盟会支部等秘密组织，筹划反日起义。他鼓动民众的口号是驱逐日人，光复台湾。因起义计划泄露，1913年12月，罗福兴被捕。隔年3月3日，在台北监狱被施以绞刑，年仅29岁。同案被处死刑者共20人。在写给妻子的遗书中，他说：“不死于家，永为子孙纪念；而死于台湾，永为台民纪念耳。”就义前，罗福兴写下3首狱中诗，其中的《祝我民国词》把中华民国孙逸仙旧8个字签于句首。从1900年到1918年间，孙中山曾经数次到过台湾。台北逸仙公园的这座建筑原名为梅屋夫，是1913年8月5日孙中山第2次路经台湾时下榻的旅馆。19岁的台中青年廖敬平将募集到的6万日元捐款交给孙中山作为革命经费。孙中山回馈一瓶威士忌，聊表谢意。这瓶酒廖家珍藏至今。同样的酒还有一瓶，中山先生送给了在场的蒋渭水。姓吉的蒋渭水后来很快就喝完了。孙中山曾经3次到台湾来，在台湾募到了一笔款子，也影响了一部分的祖国派的人士。这里面代表性人物就是蒋渭水。
蒋渭水，祖籍福建漳州龙溪县，1891年出生在宜兰。他的父亲呢是一位城隍庙的相命师，那又有吸鸦片的恶习，所以蒋渭水的家境是非常困苦。1910年，21岁的蒋渭水以第1名的成绩考入总督府医学校。这所学校汇聚着一群关注中国革命、拥护孙中山的热血青年。由孙中山创建的中国同盟会，在这里诞生出台湾最早的会员。比蒋渭水高一届的王兆培是来自福建的革命党人。从1910年5月开始，他先后吸收翁俊明、蒋渭水、杜聪明等人，秘密加入同盟会。1913年秋天，杜聪明和翁俊明计划带霍乱病菌到北京，毒杀袁世凯。蒋渭水等人为之送行，留下这张壮行照。1915年，蒋渭水毕业了。第2年，他来到台北大稻埕，开设了大安医院，并经营起一家名叫春风得意楼的酒家。东京紧邻日本皇宫的日比谷公园，台湾名门林献堂市2月3日在日比谷公园召开公众集会，声称日人将使台民化作奴隶。这是台湾议会请愿运动的开场一幕。这场运动的前导是63法案撤废运动。1896年3月30日，大日本帝国国会公布法律第63号及63法，特别赋予台湾总督以律令制定权。总督有63号法令，让他可以自己立法，所以他就立了很多的恶法。总督他握有立法、司法、行政，还有军事的权利俨如是台湾的另外一个天皇1920年的时候海外的留学生已经开始从事反抗殖民统治了那他一开始就是要推动撤销这个63法这个恶法。1921年1月11日，留日学生的第一个政治运动团体新民会在东京成立，与会者决议将63法案撤废运动转向为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台湾议会请愿活动实际上它是要求在台湾设置一个能够代表台湾人利益的这么一个台湾议会，能够让台湾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1921年2月1日，由林献堂领衔的台湾议会设置请愿书提交到日本国会。请愿书写道：63法案实行26年来，给台湾民众造成的痛苦，难以用言语来形容。救亡之道，唯有就台湾住民公选议员，组织台湾议会以行之。总督田健治郎很生气，本件请愿完全违背了统治台湾的大方针，像这种做法断然不能容许。林献堂开始面临自上而下的种种压力，甚至收到恐吓信，林家大错，一时间乌云密布。就在这个时节，蒋渭水专程从台北来到雾峰，给身处逆境的林献堂送来安慰和支持，并且向林献堂说出一个天大的计划，筹组台湾文化协会。当台北的一些学生鼓动他出来组织一个青年会，蒋渭水认为不做便罢，若要做呢，必须做一个范围较大的团体才好。
于是决定筹建台湾文化协会。蒋渭水的计划获得林献堂的全力支持。1921年10月17日下午1点，台北进修女子中学台湾文化协会在此宣布成立。与会者300多人，会员已经达到1000多。那当时是推林献堂为总理，因为林献堂的声望非常高，是众望所归。那蒋渭水呢是专务理事，专务理事的意思就是秘书长。那如果说蒋渭水他具有比较多的煽动力，他比较能够集合这年轻的这一批反日的这些台湾青年的话，林献堂是一个温和的领导者，他可以把旧时代的文人可以结合起来。台湾文化协会可以说把台湾所有的精英都集合在一起了，它的阶层非常的广台湾文化协会，它一方面是要对台湾人民进行一个思想启蒙、文化启蒙，另外一方面也是要对台湾人民进行一个民族意识的促醒这么一个活动，提醒我们的台湾子民的这个自觉这个意识上的自觉。一场以唤醒台湾人的民族意识为目的的文化启蒙运动开始了。它的内容多种多样、丰富多彩，设置读报社，举办各种讲习会，举办全岛巡回的文化讲演会、话剧运动和电影巡回放映。文化协会它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就是夏季学校。夏季学校办在雾峰林家的来园内，林献堂以来园主人与文化协会总理的双重身份亲自操办。从1924年开始，连续3年办了3届。夏季学校的教师人选都是当时台湾的文化精英，而课程安排基本上是台湾学生在公学校里无法听到的。这是由蒋渭水担任编辑兼发行人的文化协会汇报。第1期汇报刊登了蒋渭水医生为一个名叫台湾岛的病人开出的一份诊断书，此处被当局责令删去，蒋渭水留下10个圈，原文是中华民国福建省台湾岛。渭水先生认为说，台湾人他本来素质优良有皇帝周公一直传承下来资质优良的一个遗传。那到了郑成功时代，还是蛮身强体健但是现在台湾病了，他认为呢非常的严重，说台湾人得到了这个世界文化低人儿的这一种的病症。那造成的原因是因为长期的知识营养不良就是日本人没有给他一个完全称得上水准的一个文化教育的政策所以他就说必须要用最大量的社会教育的处方，如果没有赶快跟他治好那就会病入膏肓。蒋渭水被日本殖民当局视为祖国派人物。台湾总督府远景严格志对所谓祖国派做了解释，点名代表人物为蒋渭水、蔡惠如。蔡惠如祖籍福建泉州，出生于台中清水望族，家境殷富，曾任清水区长。因不满日本统治，1904年变卖家产，移居福州，经营渔业，却常年奔走于上海、北平、东京和台湾之间，接触中国同志和国际人士，进行抗日活动。他同时还是一位诗人。他从小因为家里会给他受这种汉学教育，所以他后来对台湾传统的文学，他一直的提倡的不遗余力，加入立社，然后后来又创办这个鳌溪诗社，又是文社
林献堂是一个比较稳重的士绅，蔡慧如是一个很热情的人，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1921年成立的留日台湾学生第一个政治团体新民会，是被称为东京留学生大家长的蔡慧如一手促成的。林献堂和蔡慧如分别担任正副会长，随即两人联手领导了第一次、第二次议会请愿运动。1923年，在殖民当局的巨大压力下，林献堂退出了第3次请愿，蔡慧如则再次出马，与蔡培火、蒋渭水、陈逢源会合于东京。他们受到东京留学生的盛大欢迎。已经40岁的蔡慧如总是激情澎湃、豪侠仗义。3年前，正是因为他在自身经济已经极度窘迫的情况下，慷慨资助了1500元资金，才有了新民会台湾青年的创刊。这是台湾民族运动第一份宣传刊物。台湾青年后来更名为台湾，2份刊物一脉相承。当台湾民族运动从东京向台湾本土深入，创办一份面对广大民众的纯白话中文报刊，就成为当务之急。于是，在第3次请愿运动中，台湾民报在东京创刊。他们是台湾民报创刊人，也是主要撰稿者。台湾民报这个是日本统治台湾时期台湾人唯一的喉舌报，是殖民地下的台湾人唯一的一份言论机关。台北延平北路这座骑楼，当年就是蒋渭水的大安医院。台湾民报的总批发处和编辑部就设在大安医院内。这里还曾是台湾文化协会的总部。这座小楼于是被称为台人自觉的胎动之地。1925年元旦刚过，台湾民报编辑发行同仁新年留影，2辆板车上满载的是新出的报纸。新年里的蒋渭水身着长袍，穿西装的王敏川等人是留日归来的台湾文化精英。这位是新来的编辑张我军，从大陆北平回来不到3个月，却已经震撼了台湾文坛。1924年，他在《民报》上发表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和糟糕的台湾文学界2篇文章，由此拉开了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帷幕。我父亲他的学历就是板桥公学校，也就是小学。他从小学毕业以后就去学徒，他是在一个日本的这个商店里头学做皮鞋。23岁的张我军考入北平师范大学所办的升学补习班。1924年，他到了北京9个月，干了3件事，一个是学了北京话，第二个就是写了一篇文章，就给台湾青年的一封信，第3个呢就是他一下子找到了一个对象，是吧？就是和他同班的，是吧？就是我母亲。17岁的同班少女罗文淑令张我军一见倾心。我父亲偷偷的写了一封信，再加上他的一个照片，就在什么时候就塞到了我们母亲的这个口袋里。罗文淑后来回忆说，信上只是写了一首莫名其妙的白话诗，2人由此而相识相恋了。最后，当罗文淑的家庭要把她许配给另一位家境良好的男子时，罗文淑做出最大胆的选择，跟着一无所有的张我军私奔台湾。我母亲传说这段，她走的时候就穿着一套学生服，什么都没有，
就跟着他走了。一场饱经磨难的苦练，被张我军写成一本诗集。1925年12月28日，张我军在台北自费将其出版，取名《乱都之恋》。这是台湾第一本新诗集，开篇之作就是张我军偷偷塞给恋人的那封信。沉寂，在这10丈风尘的精华，当这大好的春光里，一个踢倒的青年，在恋他的故乡，在想他的爱人，他的故乡在千里之外。张我军的北平之行带回台湾的不只是一位美丽的大陆姑娘，还带回了5·4新文化运动的火种。蒋渭水在他的大安医院2楼为张我军伉俪安排了一间新房。燕尔新婚的张我军在这座小楼上写出了一系列重磅文章，对仍处于古诗唱和阶段的台湾旧文学猛烈开火。从糟糕的台湾文学界到为台湾的文学界一哭，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间中的破旧殿堂，掀起台湾文坛新旧文学的大论战。张我军还是把鲁迅作品引入台湾的第一人，在他主编的《民报》副刊上，从《鸭的喜剧》开始，到《阿 Q 正传》《故乡》《狂人日记》，鲁迅的多篇小说被刊登了出来。他把这些鲁迅、谢冰心的、茅盾的，是吧？郭沫若的，是吧？徐志摩的，这些那个时代发表的这些新文学，他都转载在这个《台湾民报》上。张我军被称为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开拓者，而他自称甘愿充当一个台湾文学的清道夫。1926年1月16日，张我军带着妻子罗文淑到台湾南部游览，当天抵达彰化。他见到了医生作家赖和。张我军形容说，最引起我的兴味的是懒云君的八字胡，充满着古鸡味，简直说他的胡子是留着要嘲笑世间死的。那时赖和正处于创作的爆发期，他的作品接连发表在张我军编辑的《民报》副刊上。他的第一首白话诗《觉悟下的牺牲》，他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斗闹热》，紧接着又推出他最具代表性的小说《一杆秤仔》。3个月内发表的这3篇作品，无论对于赖和或是台湾的新文化运动，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赖和是广东饶平客家移民的后代。日本占据台湾的1895年，他刚1岁。赖和10岁到这里上学，彰化孔庙，那时成为彰化第1公学校。在读日文的同时，当道士的父亲还把赖和送到叔叔小义堂，跟随老师黄卓琪学汉文。赖和由此奠定了坚实的汉学基础。他15岁开始写汉诗，一生留下汉诗1000多首。赖和毕业于台北医学校，他是个很好的医生，仁心仁术。彰化人称他为何仔仙，甚至是彰化妈祖。但是赖和的志向绝非仅仅当医生。他写诗自嘲，说自己是天涯沦落一庸医。作为文学家，赖和则被称为台湾的鲁迅。两人却有不少相似处，都是学医而从文，而手中的笔也都变成了匕首和枪。赖和的一杆秤仔被收入台湾教科书。村中一家姓秦，名叫德参，亦就是一个穷苦的农人。
秦德参，谐音真的惨。一杆秤仔，那透过一个菜贩，他被日本警察打压的一些情状，那这个里面强烈的去表达，就是当时日本时代的法律的一些制度的问题，去讨论到说殖民地下的台湾人，那个法律对台湾人而言，那个制度到底是什么？秦德参不能忍受这样的屈辱，人又不像是个人，畜生死又不甘心做，这是什么世间？活着倒不如死快乐。在新年之夜，秦德参自尽了，而世上传言，一个日本巡警被杀在道上。1930年，南投雾社爆发莫那鲁道领导的反日起义，被日本当局残酷镇压。赖和写出最愤怒的诗篇《南国哀歌》。兄弟们来，舍此一生和他一拼。我们处在这样环境，只是偷生有什么用？眼前的幸福虽想不到，也需为着子孙斗争。台北大稻埕，在清末曾是商贾云集、财富滚滚的茶叶外贸区。日据时期改名为港町。蒋渭水领导的台湾文化协会台北支部，在大稻埕贵德街租了一家老茶厂的2楼，开设港町文化讲座。台湾文化协会的一批名嘴定期前来为民众举办学术演讲。蒋渭水他们当初创立台湾文化协会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叫做港町文化讲座嘛，那这个讲座是提升台湾文化为主的，希望用这样的一个文化意识来跟日本人做对抗。文化讲座这条街的转角处开着一家名叫庄协发的杂货店。我家大概离不到20公尺就是港町文化协会讲座所以我父亲也很喜欢去听蒋渭水他们这些人的一个演讲嘛大概每场必到当年20岁的庄协发店主庄习吉，算是文化讲座的忠实听众，但参加这个讲座是要冒风险的。日本人就是每一次要派警察来监控嘛，他们认为说，你在演讲的过程中，如果他认为有不稳的这些慈济作业就要禁止，然后就会要强令解散1925年元旦刚过，港町文化讲座连续多天晚上举办演讲。由于属于反日言论，每次都被勒令停止并解散。然而他们依然如故，在8日晚上召开演讲会，聚集了数百人。同样的，演讲中有不稳定的言行，因此刑警命令他们停止并解散。会场因此发生冲突。因为日本要强令种植嘛，那我父亲大概就跟几个人在底下起哄嘛。庄习吉由此惹上了牢狱之灾。我父亲这些人都被抓了这个事件在当初的报纸上闹得沸沸扬扬。被称为无产青年的庄习吉、翁泽生等5人被拘捕审讯，罪名是妨碍公务、违反治安警察法。与庄习吉这些平民百姓同样因为违反治安警察法罪名而被捕的大有人在，而且是重量级人物。1923年1月8日，台湾总督府公布实施日本的治安警察法。2月4日，总督田健治郎颁发布告，依治安警察法第8条第2项，禁止政治结社，将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予以取缔。这是林呈禄、蒋渭水、蔡惠如等人为应对殖民当局对议会请愿运动的打压，
而在东京申请成立的社团。1923年12月16日，按继任总督内田嘉吉的指令，全岛范围展开大检举。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成员99人遭传讯拘捕。有关台湾文化协会与台湾议会请愿运动的报道一律被禁止，最终18人遭起诉。蒋渭水、蔡惠如、林佑春等7人被判刑。这起以违反治安警察法为由实施的大逮捕、大审判，史称治警事件。整个事件头尾跨度3年，台湾弥漫风声鹤唳的恐怖气氛。1924年元旦，台湾民报向他的读者恭贺新年，但新年此时，报社的这些人物全因治警事件进了监狱，人去楼空。台湾民报因此而停刊40天。按照片文字提示，其中的10个脱帽者是出狱人，他们都因为治警事件被捕入狱。中间这位是赖和，他标志性的胡须和头发不见了，却更显精神，犹如他这首出狱归家所写：反似沙场战胜归。这是蒋渭水、蔡培火等人预审假释出狱时，在台北监狱外受到欢迎的场面，阵容可谓壮大。林献堂也专程从台中赶来。这是台中士绅迎接蔡惠如出狱的纪念照。进入监狱以后，大概这3个月是蔡惠如整个身体啊，整个状况最后就是崩坏的一个关键。后来你看他47岁过世，我觉得他应该算是一个烈士。蔡惠如入狱时，场面极为壮观。他要进监狱的时候，哇，这个是万人空巷，大家都都来送这个蔡惠如。芳草连空，又千丝万缕一路垂杨。千愁离故里，壮气入樊笼。清水驿，满人从，握别在台中。老辈青年齐见送，感慰无穷。山高水远情长，喜民心渐醒，痛苦何方？松云兼节操，铁石铸心肠。居虎口，自雍容，绵时亦如常。记得当年文信国，千古名扬。在牢笼中，诗人蔡惠如写出了平生最好的诗作。这是民众给入狱者颁发的正义奖章。总督府没有想到治警事件反而将台湾民族运动推向前所未见的高潮。1925年5月，蒋渭水从台北监狱假释出狱，立即投入文化协会的全台大演讲。这张照片，蒋渭水本人非常喜欢。他在演讲后被日本远警挑唆流氓，扔了一身泥巴。那当时，最重要的一个工具啊，就是文化讲演啊。那到全岛各地啊去讲演。以林献堂为首，文化协会的要员全员出动，充当演讲的辩士。演讲团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烈欢迎。城市乡村，听众如潮。一场演讲往往就成为一个变相的反日示威活动。那在1925年跟1926年的时候达到最高潮，一年啊，1925年跟1926年啊，平均1天有1场的演讲。然后根据台湾总督府警察严格制的记载啊，这官方的记载啊，平均一个场次啊有3000人参加啊，非常不可思议的数字。台湾总督府远景严格制承认，这运动实开台湾农民运动与劳工运动的先河。
1925年10月，彰化二林庄爆发轰动全台湾的二林蔗农事件。这个台湾农民为争取自身权益的抗日事件，领导者名叫李应章，他是个医生，也是台湾文化协会的创始人之一。他为组织蔗农抗争，于1925年6月创立了二林蔗农组合，这是台湾第一个农民组织。由此，各地的农民组合纷纷涌现。1926年9月，在凤山成立全台性的组织台湾农民组合，主要领导人是这个喜欢拉小提琴的青年，他名叫简吉，是一位乡下老师。两个文化人将他们对农民生存惨状的悲悯，化成了抗争的力量，成为领导台湾农民运动的先驱。他叫谢雪红，彰化人，12岁被卖作童养媳，后来又受骗做过小妾。这个曾遭受欺辱的女性，1921年参加台湾文化协会，1928年在上海加入台湾共产党，成为台共领导人。台湾共产党在上海秘密成立以后，回到台湾，在领导了像农民组合，还有一些工会的工会运动，在台共指导下，台湾的工农运动就进入另外一种无产阶级的运动。1928年，这面画着甘蔗与稻谷、镰刀与锄头的台湾农民组合旗帜，已插满全台27个分部，多达24000多个会员被聚集在一起。这种局面当然是殖民统治者所不能容忍的。1928年，日本殖民当局对农民组合展开全面的肃清，然后再后来扩大到台共的全面肃清。谢雪红、简吉、杨奎、简娥等多人被捕入狱。李应章逃往大陆，改名李伟光，加入中国共产党。台湾农民运动经历了短暂的辉煌之后，步入低潮。主要干部加入台湾共产党，引入城乡民间，而台湾文化协会也已分崩离析。1927年1月，台湾文化协会发生左右分裂。蒋渭水以台湾民众党致力于工农运动，成立台湾工友总联盟。他提出一句口号：同胞须团结，团结真有力。台湾民众党也被责令解散。蒋渭水这个曾经10余次入狱，也不曾被压垮的斗士，已经心力交瘁，这回他终于顶不住了。他从事反殖民运动几乎是倾家荡产，热血放尽，那就是在1931年8月5日，他因为伤寒过世。那他过世以后，台湾人跟他举行一个蒋渭水式台湾大众葬。他的场面太浩大，我们可以看到那个队伍它是越走越长，然后人越来越多，聚集的越多。报纸是说台北的所有武装警察都来到了大稻埕，配备武力的，而且是北警察署长他亲自作证。那这个葬礼呢，也被称为史渭水下破活总督，就是说渭水先生虽然死了，但是他的精神能够让总督来下破蛋。80多年后的今天，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坚强斗士蒋渭水，更普遍受到台湾民众的追崇和缅怀，甚至将他比作台湾的孙中山。8月8日，林献堂抱病前往台北，来到大安医院蒋渭水的灵堂前。面对故友的遗容，林献堂边乡告别，
失声痛哭。林献堂和蒋渭水成为莫逆之交的10年，是台湾近代民族运动风起云涌的10年。如今战有故去，阵营分裂，但林献堂还将按自己的路走下去。他对议会请愿运动还抱有最后的幻想。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从1921年到1934年进行了15次，陈情15次，中间14年。林献堂因此被称为日据时期的台湾议会之父。我想他花的财力跟他花的精力，那就不用说了。他能够这么长的时间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事实上启发了很多台湾的民众关心到自己基本权利的问题。到东京去请愿的这些代表，出发的时候有台湾民众的欢送，那么回来的时候，尽管说请愿失败了，也是获得台湾民众的广泛的欢迎，就像欢迎凯旋的将军一样。对于这场最终失败了的运动，林献堂以其一首诗作表白了他无怨无悔的心志。成败一任天，牺牲何足惜？奔走20年，此心徒自赤。问君何所得？所得双鬓白。在这个阴雨迷蒙的日子，台北的学生被列队走向总督府，接受新任台湾总督的检阅。海军预备役大将小林基造，1936年9月成为第17任台湾总督。台湾经历了9任文官总督之后，再次进入武官总督统治时期。小林基造推出统治台湾的3大政策，就是皇民化、工业化、南进基地化。它的核心是皇民化。1930年代到来，随着蒋渭水的故去和台湾民族运动的消沉，大稻埕贵德街已经听不到文化协会的斗士们在港厅文化讲座激情澎湃的演讲声了。代之而起，流行歌曲在这个年代开始盛行了起来。贵德街转角处，这座阁楼上住着永乐座戏院的职员李林秋。李林秋是福建安溪移民的后代，少年时家道中落，因此没读几年书。16岁到永乐座戏院当茶童，凭着对中国古典诗词的偏好和戏院多年的耳濡目染，李林秋展露出歌词创作的才华。1933年，24岁的李林秋写就一首歌词，交给当时的新锐作曲家桃园客家人邓雨贤。邓雨贤很快谱出曲子，选中台湾第1位流行歌手纯纯演唱。这首名叫《望春风》的歌曲迅速风靡全台。歌曲将一个妙龄少女的怀春之情表达得惟妙惟肖。不过，不同的台湾人借着那哀婉的曲调，都能哼唱出各自不同的情怀。
屏东恒春，濒临巴士海峡的鹅銮鼻海湾，和这座高耸的灯塔构成台湾最美丽的景色之一。鹅銮鼻灯塔始建于清末1881年，曾是台湾最南端的标志。1935年，恒春姑娘李桂兰16岁了，正是望春风的年龄。她的父亲李阿万在恒春城内做牛车生意，家境也算富裕。年底的一天，从未出过远门的李桂兰揣着多年积攒的零用钱，悄然离家，踏上她的一次追梦之旅。那妈妈还有一个疯狂的故事了哈，她在16岁的时候跟好朋友一起到了枋寮，然后搭车到台北去看那个博览会。把李桂兰从南部恒春吸引到台北的是这个博览会，这是日本统治台湾的第40个年头，因此叫做始政40周年博览会。这个博览会的规模堪称盛大，10月10日开幕，为期50天，参观人次将近127万。举办这个博览会的目的很清楚，用以夸耀殖民统治的成功。在草山分会场，李桂兰穿着漂亮的裙装，留下一张倩影。她有点流连忘返。去了1个礼拜哈，回来的时候听说被我阿嬷骂死了，说哇你去了花那么多钱啊。博览会之后，这部名叫《南进台湾》的纪录片，此片由日本总督府支援拍摄。定位为南进国策宣传片，将日本统治台湾40年的经济建设成果从各方面加以展现。日本要台湾，它本来就是要你台湾作为一个南进的基地，它不是只有要台湾而已，它要整个拓展啊。那所以他拿到你之后，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要建设你啊。当然，他最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日本帝国。对此，影片的开场解说讲得很直白。制作这部电影的目的，不仅是向世人介绍台湾，也为了让世人知道，日本民族每年增加100万人口，天然资源被开发殆尽，仅居住在几个狭小的岛上。然而，当今世上不仅拒绝日本移民，也排挤日本商品。为了打破此情势，因此得在北方建立强大的国防线，更进一步必须在南方开拓产业及经济的生活线。因此，什么在我们心中占有重要地位，就是台湾。台湾可说是帝国向南延伸的重要基础。恒春鹅銮鼻灯塔上，日本官员向南远望的镜头，便具有了象征意义，被赋予最大的特写。1936年，屏东车城乡22岁的农村青年游保生，以第1名的成绩毕业于恒春公学校，并获得郡守奖。游保生是一个贫苦的孩子，小学毕业而已，因为他脑筋非常好，字又不错，当时被推荐到郡役所去上班。一毕业就能谋到郡役所，也就是县政府的差事，足见游保生的出类拔萃。也就在这年，17岁的李桂兰被介绍到郡守官邸当家政服务生，都在日本郡守眼皮底下做事。李桂兰和游保生由此相识，郎才女貌，陷入热恋。2年后，他们结婚了。恒春城的富家小姐下嫁贫寒的农家子弟，应该是看好他未来的锦绣前程。那是一对年轻人的幸福时光。
55岁的林献堂，则处于人生一段暗淡的岁月。从青年时期开始投身台湾的民族运动，20多年屡败屡战，却也使得林献堂在台湾深得名望。日本人其实对他是既笼络又压迫，他一直处在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好的，那1936年，由林献堂担任社长的台湾新民报组织了一个华南访问团，游历了香港、广州和厦门之后，3月中旬抵达上海。3月20日，上海华侨联合会在青年会大厦设宴，隆重欢迎来自台湾的林献堂一行。林献堂作为代表来致辞，他说：“我这番回到祖国。”那么这一句话传回台湾，那就不得了了。总督府机关报《台湾日日新报》迅即展开对林献堂的抨击。他说：“台湾人，你们现在是日本统治啊，你们的祖国应该是日本，你怎么说这番回到祖国？”那是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已经极度膨胀的时期。台湾军参谋长狄周立兵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惩戒林献堂，以达到杀鸡儆猴的目的。他们就找了一个日本籍右翼的大日本生产党，一个像流氓一样叫麦间善兵卫。1936年6月17日是日本所谓的始政纪念日，台中公园举办游园会。这个园游会上，一碰到林献堂，这个麦间善兵卫不由分说就打他一个巴掌。在那个年代可以说林献堂他走到哪里都很受尊敬跟欢迎的我们台湾人啊都说林献堂讲伊是台湾第一个公民，那拍迄个对伊来讲打击嘛足大那台湾的百姓对林献堂是相当的一个尊敬的。那有这种一个侮辱的行动，当然对我们台湾人也是一种侮辱嘛。这就是发生在日据时期台湾的祖国事件。这个事件被在台日本漫画家国岛水马收入1936年的历史漫画年鉴。打向林献堂的这个巴掌，用林献堂的秘书叶荣钟的话说，标志着台湾暴风雨时代的开始。叶荣钟写道：“霎时全岛震动，风声鹤唳，鸡犬不宁，台湾士绅惶惶不可终日。以林某的地位声望尚且不免，则我们的将来遭遇还堪设想吗？”祖国事件发生2个多月后，1936年8月27日，国民政府西京筹备委员会委员连振东的儿子在西安出生。新生儿的祖父连横没能等到看上孙子一面，他在6月间病逝于上海。临终的时候，跟我的父亲谈了很多的事情。他知道，中日必将一战，中国人民的这个能够忍耐的这个程度已经到了极限了，势必这个是兵戎相见一决生死。所以他这个小孩生出来，男的话叫连战。这个名字的由来就是如此。连横的预言很快得到应验。第2年，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打响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队奋起反抗，全民族的抗战开始。1937年8月15日，台湾军司令古庄干郎向岛民发出严重警告，宣布台湾进入战时体制。总督府成立国民精神总动员本部，并于9月30日在台北公会堂召开国民精神总动员大会。一场对台湾人实行强制教化的皇民化运动正式掀起，其第1阶段是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
小林基造将皇民化比作一场灵魂革命，他试图以此来培养台湾人忠良帝国臣民的素质，以落实大本营指令，早日把台湾建成进攻华东、华南和今后太平洋战争的基地。所谓的皇民化运动是以停止报刊中的汉文栏作为标志开始的。皇民化运动第一个方面就是国语运动，所谓的国语运动就是让台湾人来说日语、讲日语，同时呢禁止在那个学校中这个汉语课的这个讲授，这样就达到了一个去中国化的目的。在日本统治时期呢，他对传统的汉文教育是采取压抑的那个做法。但是当时台湾人社会对汉文还是非常重视，所以当时台湾人对于日文的学习，所谓的国语普及率其实一直停留在20%几，那推动了40年才20%几，但是皇民化以后呢，到1941年左右的统计呢，可能已经超过70%以上的台湾的儿童是接受那个日语教育的。到日据结束的1945年，这个数字达到90%。这类门牌是用来奖励全体成员只讲日语的所谓国语家庭。当时战争时期台湾的生活非常苦，因为所有的经济资源这些都被动员到军事方面包括食物也是采配给制度那如果说你没有加入所谓的国语家庭，你得到的那个食物是非常少你要吃一个肉是很难的，很难的。皇民化被要求渗透至岛民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于是汉民族各方面的生活习俗面临被革除的命运。从1937年7月开始，陆续对台湾戏剧实行严格限制，台湾民众喜欢的歌仔戏被禁演，取而代之的是这种皇民剧或皇风剧。1938年11月5日，小林基造在台湾总督府正厅颁布日本神道教的神功大麻以及神功力，宗教改造运动开始了，这是皇民化运动的一项重大内容。所谓的宗教改造呢，就是说以日本的神道教来代替我们中国传统的各种宗教，泯灭台湾人对中华民族这个传统宗教的一个信仰。台湾汉民建房屋，无论是闽南合院还是客家围屋，大致都依照原乡习俗，将祖先和神灵供奉在屋子的中央部位，叫做公妈厅，又称为正厅。宗教改造运动的第一个动作是正厅改造，标准的正厅样式被强行规范成这样，老祖宗也被皇民化了，九泉之下不知该作何想。原乡的神祇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这尊天照大神。阿玛提拉斯欧米伽米，天照大神，日本人的天照大神，每个家都要供奉。你若咧拜神明这是个民间的这文化袂使讲啊拜甲讲这什么咧王爷咧妈祖就是甲因的宗教较同款。台湾人的保护神自身难保了。台南七甲代天府的这尊李府千岁王爷遭遇了一次劫难。日本人因为因要实施这个皇民政策，要要求着咱这个台湾人来祭拜因的天照大神，所以将这个民间的神像拢集体去伫这个赤山龙湖岩遐要来火化。因阵咱李府千岁嘛去用请去伫遐要准备火化。庆幸的是，赤山龙湖岩的住持梵山法师是七甲人。伊伫这个火堆中间发现着咱的李府千岁，所以将咱的李府千岁
偷偷甲请去藏的，甲佮送倒来，互咱分增加。李府千岁未被焚毁，但火焰中的其他神灵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中国神灵遭难之日，却是日本神社兴盛之时。日据50年，日本官方在台湾共兴建神社68座，其中38座在皇民化时期建成。按一街庄一神社的远大计划，整个台湾的神社则超过了200座，成为台湾各地的社会教化中心。1940年2月11日，总督府宣布所谓恩准台湾人改用日本式姓名，从而在台湾掀起改姓名运动。中国人对姓氏非常重视嘛，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嘛。但总务长官森冈二郎给出的理由是，本岛土地已是帝国完全的领土，作为台湾本岛人，也必须在实质上和形式上都与日本内地人毫无相异之处。用日本姓氏，你的待遇就跟日本人一样嘛，如果是你不愿意改也可以，你就变成2等国民了，因为日本人是1等国民嘛，不同的待遇嘛，所以有的就开始改。于是就出现了这些隐藏着中国式智慧的日本姓氏，雷姓改为羽田，张姓改为宫长，钟姓改为金钟，吕姓改成宫下。台湾新民报记者黄周干脆将自己的名字改成吴黄周也。苗栗后龙望族蔡家则将蔡姓改为丰田。他叫蔡志堪，早年随父亲到日本经商，曾经相当富有，而且身怀特殊使命。1955年，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认定，在1927年冒着生命危险从日本皇宫秘密抄写出田中奏折的功臣就是蔡志堪。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田中奏折是日本武力侵华的总方针。中国政府获得田中奏折后，于1931年东北918事变爆发之际，将其公诸于世，使得日本侵略野心昭然天下。蔡志堪的命运也因此而转变，不仅被日本政府关押，巨额财产也被没收，变得一贫如洗，最后回到苗栗后龙老家。这是蔡志堪在日本期间亲笔写的家史。1943年决定改蔡姓为丰田的时候，再度重抄。他告诉家族后人，祖先本居于河南光州固始县，明末清初从河南举家迁徙到福建省泉州府晋江县丰田。22世祖作为郑成功的先锋官，来到台湾南部。那先父呢，他就是说我不是从晋江石狮的丰田那边出来的，所以假使要改的话，就改成丰田2个字，这样也可以记得说我们是从哪里来的，不会忘了我们。家父一直在勉励我们要饮水思源，台湾话叫假归祭拜请桃，就是这样的意思。你要追溯你祖先从哪里来，你今天有你这个身体是从哪里来，你的从源头哪里来你都不知道，你的妹来。蔡志堪表明，写家谱的一个目的是唯恐后代子孙忘本灭源，而皇民化运动正是要达到让台湾人忘本灭源的目的。不晓得呢，我们祖上是中国人，根本不晓得。像我们这一代呢，从小的时候就你灌输啊，你是日本人。哥哥每天唱啊，不是经常唱，每天那个朝会就唱歌歌。小学的迄每一早起就迄个叫做调会，调会是就画口令，画口令，
拢爱要求这学生啊足有精神的，拢精神教育。伊讲活得苦都无活，来日本帝国苦恼，新民的阿里马斯伊讲咱大家拢是大日本帝国的新民。太阳旗上，学生们以日本姓氏的签字，可以看作皇民化运动的直接成果。它印证了总督府总务长官森冈二郎的话：皇民化运动就是使本岛人成为真正日本人的运动。把台湾人呢培育成真正的日本人，或是说更像日本人的台湾人。这是被日本殖民当局称为皇民化运动最成功的典范——勤行报国青年队。它于1940年7月由总督府直接成立，征集各地青年骨干，集中在台北、台中、台南3个训练所中进行兵营式训练。恒春龙水庄19岁的陈敬吉，在1943年被征集到台中雾社参加这一类的训练。第一点，我离是叫我离无社啦，无社第一点离是训练了，要搁训练啦，就是训练6个月啊。第一点要加开这外国公路。現在武者運転所においては台湾中央横断自動車道路並びに参勤道路の開拓に瞬間なる山を。伊这饭这一碗，菜一碗呀。我了解是敢若一新竹囡仔吼，食袂饱。人啊，咧训练伊咪咪试试鸡放菜放着走头着饭，也咧讲。经历了这种魔鬼训练，这些青年将返回乡村，充当推进皇民化运动的骨干，并在志愿兵招募中被率先征用，前往南洋或华南战场。皇民化最重要的是军事动员。那军事动员，我们后来的很多台籍日本兵的一个投入战场，就是在整个皇民化运动之后，就是说把人民纳入这个总动员体系。台湾人被投入战场，不过他们暂时还没有资格当军人，而是称为军属或军夫。按照军人、军犬、军马、军歌、军属、军夫的序列排为最末等。台南安平，泉州移民的后代何义胜成了台湾的第一批军夫。那是1937年，何义胜19岁。当时是安尼啦，日本迄部队来啦吼，4、5个来啦，工作命铺这个吼，命铺这个，是讲系安尼，查甫的要个安尼要，头尾就交去，200口包。何家2代4人被勾到，他们很高兴，以为谋到了一份赚钱的好差事。伊唔知是要去做电线呢，唔知是要去做军夫要去电线呢。1937年9月下旬，淞沪会战打得正激烈的时候，第一批台湾军夫到了上海，共850人，其中包括被连骗带拐征召来的安平军夫约200人。台南安平区先后有400多人被征调为军夫，前往中国战场。1939年，何义胜一行人回台整训，来到安平这个公墓。此地埋葬了何义胜的12个军夫同伴，其中年龄最大的50岁，最小的洪青山工学校刚毕业，年仅17岁。1938年10月2日，台湾总督府前，即将出征的台湾农业义勇团举行授旗仪式。大量的军夫被以台湾农业义勇团或是台湾特赦劳务奉公团、台湾特赦勤劳团等种种名义征调到中国和南洋战场，他们被称为出头战士。
啊，这是阮哋啊在种菜，这是你军营的头前在桥下边的，啊，这是我本人。因为我7岁就无老爸啦，13岁毕业了后就去人欺负啦，无前途吼，所以我才去参加这个台湾特色农牧奉公团，啊，才过去菲律宾去种菜。所以讲种菜实在去做这个部队的后援，咱就台湾的去做后援。无啊，到高中回来啊，就去做这个军属。这个大胆这喊来，啊，咱就是无经过训练啊，走看通来味话啊。阮走吼，迄日本人偌歹，你走拢叫啊，来，拜一啊，咱拜几日吼，拜几日吼，啊，怎么拜2日吼，啊，会包我包你包啊，啊，若伤细人吼，迄日本那边的。对，你都搁甲你占了，你才会当拍对面大咱安尼呢，拍甲安这拢会行起来。讲后摆看你要搁惊吗？阮有拍甲叫唔敢。啊，你这跑你有怨叹吗？啊，袂安怎怨叹？你无法度啊，伊在管咱的啊，伊在管咱，伊边管，阮是军属啊，毋是边啊，文属股啊，日本啊，做军属军属。在黄春玲当了军夫前往南洋的1941年，脍炙人口的爱情歌曲《望春风》被重新填写日语歌词，改成了日本军歌《大地在召唤》，成为最热门的征兵歌曲。从1938到1945年，恒春这座公会堂已不知经历过多少回这种军夫撞别的场面。恒春军夫的这些照片是李桂兰的丈夫尤宝生传下来的。在军所，他的工作是庶务课，是从事这种有关兵役啦、有关总务啦、事务这些事情，是很重要，而且是很机密的。很受郡守重用的尤宝生，在1941年闯了个大祸。事情的起因其实很小，跟台北的这所学校有关。1941年，16岁的谢天主幸运地考取了台北的拓南工业学校。这座学校堪称一流，被称为开拓南洋的人才养成所。毕业不久后，当了军夫，前往印尼巴厘岛。他的拓南同学数百人也先后去了那里。我伫南洋捌咧拍棒，迄个中间桥边啊，啊迄个袂行哦。迄死伤率水平啊较低啊，嘛骗着臭扫瓦计，就是一个人嘛是碰甲像有遐大就是剩只骨头啊伫遐啦。谢天主的服役单位是巴厘岛第2警备部队医务部，职务是医务助手。这个身份使他必须定期接触一批特殊的女性，给她们检查身体。贵人女哦，有哦，有贵人女哦，有6个迄个韩国人，韩国查某。资料显示，2战期间被日本强征或诱骗充当军妓，也就是所谓慰安妇的中国大陆与韩国女性各有20万。台湾有这样悲惨命运的人群吗？敢咱台湾去？哦，有那6个，迄6个查某拢是迄个。我听无，日本人咧设计好好啊。你敢知影是台湾什么所在的人？敢了解？我敢若了解者因名，伊个艺名算朱某妹。朱某妹。台北迄个板桥的。哦，啊，板桥的是感觉哎呦，哦，煞想着故乡讲哦，想着故乡啊。想着做咩？你敢知影这6个慰安妇吼？台湾这6个慰安妇吼，伊的生死啥你敢知影？唔知吼。这6个台籍慰安妇的生死下落，谢天主不知道，恐怕也永远没人知道。根据相关学者统计
2次大战期间，台湾被迫充当慰安妇的女性达3000人左右。战后，她们隐藏在社会底层，痛苦度日。终于，台湾妇女救援会促使最后的一批余生者站了出来，让他们重新享有尊严。你山你战争呢？你战争害死一个人，甲害死只狗遐的咧。食啥饭倒脚甲阮噗噗哩啥，也无互阮食饭安尼，也甲阮糟菜安尼。我起码迄种甲敲下去，敲这个塌下去，现在骨头也没有吃好。日时啊就是阿兵哥，暗时啊就是士官。那他们当年在受害的时候，年纪都还非常小，像这位原住民蔡芳美阿嬷，她那时候才13岁，到营区里面去帮日本军人打扫、洗衣服、煮饭，可是被强暴及被迫提供性服务。台湾最高龄的慰安妇，吴秀妹阿妈检查身体的时候，就是要求他们把衣服全部脱光，然后站成一排做检查。在那个天窗上爬满了其他的日本士兵，你可以看他的眼睛，其实往上一打开，就是看到其他士兵的这个脸庞，所以这段记忆是阿嬷非常不堪的一段回忆。这是我们另外一位在卖椰子的陈桃阿嬷，她也曾经试图要自杀，喝消毒水自杀，可是没有成功。那回到台湾之后，她的婚姻也是一样是不顺遂的，然后也没有办法生育孩子。其实阿嬷一直有很大的心愿，是如果有一天她能够念书做一个老师，那当然这也一直只能是一个梦想。这是卢奶奶阿嬷，前夫是因为她的身份后来离开她。这是阿嬷的珍藏的一个镜子，这是她之前前夫送她的，后来这镜子破碎，她就用她的方式把这镜子这样再贴补起来。然后这是黄阿桃阿嬷，我们都称呼她是大桃阿嬷。那她是台湾第一位愿意公开露面的幸存者，当年也是20岁左右，她在台北的万华看到一个征护士的广告，所以她去应征。那等到了南洋，她才发现原来她要做的不是护士的工作，而是做慰安妇。我讲骗人家这块来哦，赶紧过来啊！我年纪轻会跟我安尼来过了，实在都不想活。霏霏细雨里，在兄嫂的陪伴下，阿桃首次踏进自南洋回台后从不敢走进的家族宗祠，第一次向爸妈诉说心中的秘密。我无人看不起，50几年，我是在痛苦，妈妈。慰安妇，我们在台湾称为阿嬷，他们出来之后，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觉得日本政府应该对这件事情有一个正式的道歉跟赔偿。可是他这整个诉讼陆续的都是败诉，那当然这样的一个结果对于这些阿嬷而言是一个很大的伤害。与这些灵肉被摧残的女性相比，宜兰县苏澳镇南澳乡的泰雅少女沙央，
则被卷入另外一种命运黑洞。1938年9月，日本教师田北应征从军。17岁的沙央和几个青年人奉命为他搬运行李。在经过南澳溪独木桥时，沙央失足坠入湍急的溪流。一个意外事故，此后被放大，再放大。1941年4月，皇民化运动由国民精神总动员进入皇民奉公运动阶段。总督长谷川清隆重颁赠沙央之钟，沙央被罩上爱国少女的光环，成为皇民奉公臣道实践绝好的宣导教材。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为了协助他们的增援要到南洋作战，所以透过电影他们就用满映，就找最好的导演，就清水纯，最红的那个女明星李克难、李香兰，通过最好的阵容来把拍成一个，营造一个很凄美、很悲凉的一个爱国的时代故事悲剧。这部悲情电影由台湾总督府全额出资，拍摄地点很有意味地选在雾社。12年前，莫纳鲁道率领赛德克人殊死抗日的战场。原本淳朴无邪的山地少女沙央，被政策性地改造成一个具有报国效忠觉悟的成熟女性。她甚至爱上了她的日本老师，含情脉脉地鼓励她英勇出征，最后香消玉殒，以身殉国。这个片子在1943年就开始全台湾放映，在学校像校歌一样，天天放这个阿拉西呼基猫，就一天到晚就放这首歌给他们听啊。几乎台湾人大大小小都是几乎能够耳熟能详，几乎可以倒背如流。影片被特别送往原住民部落放映，哪怕是山高路远、交通不便的村落。那时候原住民部落普遍教育都很低啊，他们看到我们泰雅族的少女沙央这么勇敢，我们这里怎么可以不为这个天皇去那个？所以纷纷就是从军，他就到那个仁爱乡就放给当地人看，大家一个晚上之内，就我知道，光在仁爱乡的那个清流部落，就几乎全村的年轻人都登记。雾社仁爱乡青年许明贵参加了这部电影的拍摄。他说，因为他之前有拍过那个沙央之钟的片子，然后他就是要去从军的前一天，他们就派去参加拍摄。当了1天临时演员后，18岁的许明贵随军出征，前往太平洋的新几内亚岛。他的队伍被称作高沙义勇队，全部由台湾山地原住民组成。因为日军不适应在南洋群岛丛林作战，屡屡吃亏，于是天生善于在山岩丛林中攀援游走的台湾山地原住民便得到青睐，被武装成军人，鼓励他们勇敢作战，夸赞他们是丛林之虎。原住民参军是6000多人，回来台湾人不到3000人，几乎以台湾的那个族群来比例的话，死亡率是最高的。南投雾社仁爱乡清流部落高阿队阿嬷，是原高沙义勇队队员高嘉诚的遗属。你上门见门，你那他说没演那个部落去当日本兵，那时候只有2个回来，一个是他的老公，一个是他的哥哥。如果没说那么说不是，你可给那个鬼的高阿队他先生也回来之后也没有夺到1毛钱赔偿，所以他们后来觉得也很万谈了，就是说被殖民，然后被利用之后，就是等于就是说弃之如敝屣，跟他破鞋子一样把它丢掉。1995年，75岁的原高沙义勇队队员高成家走了。但即使投入主的怀抱，他
他也无法得以安息。他们确实很可怜，这辈子因为没有国家保护，因为台湾割让给日本，变成无祖国保护，所以任人家予取予求，要杀要宰就随便他们。所以他们常常讲说，身为台湾小面积台湾殖民地人民是很悲哀的。据日本方面统计，在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总共动员了台湾的兵力207183人，总计在20万左右投入南洋战场。依我去靖国神社调查，有关台籍不管是近乎日本兵，死亡名单上面是28000名左右，登记有案的。在我们台湾的统计上，应该是有超过5万人以上失踪或死亡的，超过5万人。屏东恒春，从1938到1944年，7年间，向华南地区和南洋群岛输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军俘。拢伫这个永春的这个西门外遮，拢伫遐送，送军务，大鼓小鼓顺后壁，列路要分这个分吹。伊这个军务若照阮这个网衫吼，照阮网衫有出去的这个人吼，六个其中的阵即马转来的阵来，敢若朱金英呢。大概敢若倒来一个尔。倒来一个尔。别种我唔知啦，阮种哩6个出去一个倒来呢，一个倒来呢。我的老爸，这个蔡清就本调去做军务。我听阮爸爸讲，拄好7个山海里调过南洋的啦，拄好干阮爸爸换命转来啦。阮爸爸换命转来就是讲。伊伫遐算即7个人，伊骨头伊拢甲压一块吼，炸伫身躯边个，若上山落海要过桥坐船，伊拢甲叫。我伫南洋5年，阮的同学伫遐死250个啊，安尼是有严重甲无严重你知？当时吼要安怎讲啊？受了伊的教育啊，你就袂当人讲受讲遐有诶无啊。阮第4、第5、第6、第7，咱一直刷咧，阮拢嘛送伊去到高雄港。你送到高雄港？拢送到遐，送到高雄港出去，有诶去拢都无转来啦。对不起，大家。1938年恒春军夫出征和送行的这批照片，尘封了70年之后，在尤宝生的妻子李桂兰家中被发现。1942年，尤宝生也当了军夫，前往菲律宾。行前将这批照片留给李桂兰。在期盼丈夫归来的日子里，李桂兰午夜无伴守灯下，带着女儿过着艰难的战时生活。1944年更遭遇了盟军对台湾的大轰炸，她被燃烧弹烧伤，青春容颜失去了美丽，少女时的梦幻化为泡影。靠着丈夫的零星汇款和报平安的来信支撑度日。去到南洋的时候，他经常有来信的，因为感情不错，他还惦记着我那个女儿也怎么样啊，状况怎么样啊。到了台湾光复以后，就没有消息。尤宝生没有了消息，怀抱中的女儿长大了，结婚了。尤宝生还是没消息。终于后来有传闻，尤宝生还活着，但又娶了妻子，留在菲律宾不回来了。
也啦是安讲啊，我是讲若有命就好，安怎拢袂要紧啦，有命就好啦。 1988年，在与尤宝生分别43年后，李桂兰得到确切消息，尤宝生战死于南洋。尤宝生没有列入日本统计的台湾军夫死亡者名单，李桂兰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战争赔偿。 1944年，中国远征军上尉军官林正亨赴缅甸作战前夕拍下了这张戎装照。他是台湾雾峰林家第8代传人。林朝栋呢，我这个曾祖父啊，就他死在上海，死的时候他在我爷爷的手就说这个台湾呢是在我任内丢失的，希望。 将来能收复收复台湾成了祖父和父亲2代人的遗愿。林正亨从小铭记在心。抗战爆发，林正亨舍弃他从小热爱的美术，报考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他舍妻别子，走上抗日前线，从昆仑关一直打到缅甸战场。 1945年，在与日军的一次搏杀中，他身中16处刀伤，血肉模糊的身躯躺倒在血海尸山的疆场。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有数以万计像林正亨这样的台湾志士，辗转奔赴大陆，投身抗日救亡的前线。当时我们想，那怎么样才可以？ 把这个台湾的民众从日本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啊！一定要有台湾的抗日的力量啊，要跟祖国的抗战力量结合起来，我们才可以打胜这个日本，才有办法保护台湾。1940年，5个台湾青年走在越东的土地上，他们在寻找抗日力量。 为首的一位名叫萧道印，是台北帝国大学的毕业生。台北帝国大学成立于1928年，它是日据50年间台湾仅有的一所大学。能够进到这里读书的台湾人子弟，属于凤毛麟角。那我父亲在日据时代是台北帝国大学第1届的医学部的这个毕业生。 当然，他从小的时候，长辈都会一直在谈到1895的这个战争。在1895年那场战争中，萧道印的祖父萧光明是抗日义军首领，父亲和伯父战死在屏东嘉东乡这座萧家大院内。所以他从小灌输到就是说，我们还是中国人，我们是受这个日本帝国主义的这个侵略和占领的。 所以他一直在想，就是说，包括从高雄中学啊，那个时候就已经跟很多的好朋友筹划的，要怎么样回到大陆来参加抗战，然后后来也认识了这个钟和明。钟和明又名钟浩东，当时是台北高等学校学生，他与萧道印同乡，也是屏东6堆客家子弟。 在台北医院当护士的蒋碧玉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的养父是台湾民族运动先驱蒋渭水。蒋渭水的这个女儿蒋碧玉，
和钟和民，他们2个是夫妻，然后跟我爸爸后来也认识了我妈妈啊，他也有意愿要回大陆啊来参加抗战。那个时候的大家的心呢，都是向着祖国。2对夫妻加上钟和民的表弟李南风，5个热血青年踏上西渡返乡参加抗战的曲折路程。他们的经历被台湾作家蓝伯洲写成小说《晃马车之歌》，台湾导演侯孝贤将其拍成电影《好男好女》。他们转的很曲折，到了1940年，用各种方法到了上海，然后后来又到了香港，从香港转进到大陆惠阳，到了国民党的管制区，可是马上又被逮捕，因为他们被误认为是日本间谍。那本来是被当作日谍要被枪毙的，那还好碰到邱念台他就想办法要解救这5个台湾青年。邱念台就是1895台湾民主国这个台湾义勇军的领导人邱逢甲的儿子。邱念台生于台湾苗栗，1895年1岁时随家人西渡返乡，父亲为他取名念台，希望他勿忘收复台湾。1931年918事变后，邱念台即投身抗日。1938年组建东区服务队，在广东罗浮山一带进行抗日游击战。钟浩东、萧道印，他们就到了邱念台领导的东区服务队，从事这一些抗战的敌后工作，一直到抗战胜利。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后，经过不完全的统计，一直到抗战胜利，大概总计有5万多个台湾志士就渡海到大陆参加国民党或者共产党的领导的组织的这种抗战。1940年6、7月间，一群台湾孩子到福建省崇安县进行抗日宣传活动。他们在武夷山翠屏峰刻下这几个大字，正是该读小学和初中的年龄，这群孩子却已成为军人。他们是抗战时期中国军队一支特殊的娃娃兵，他们的队长是李友邦将军。1906年，李友邦出生在这座泸州李宅，他是泸州李氏来台第5代。李友邦16岁那年考入台北师范学校，期间加入蒋渭水创办的文化协会，接受了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思想启蒙，从而走上抗日道路。1924年3月，李友邦突然从学校消失。普遍的说法是他遭到当局的通缉，连夜出逃。在那个红楼旁边有个派出所，我父亲他就跟了一些人就捣毁这个派出所，捣毁以后，他就从高雄投奔到大陆。大陆那时候刚好黄埔军校第2期，他就加入黄埔军校。1937年抗战爆发。1938年11月，李友邦从浙江金华来到福建崇安，这里有一个台民垦殖所，集中了从福建沿海地区被迁移来的560多名台湾人。李友邦向他们做了抗日演讲，希望把他们组织起来，成立一支台湾抗日义勇军。李友邦的主张得到了国民党、闽浙2省大员的支持，共产党方面则暗中协助。周恩来在金华对此做了具体指示，而李友邦的秘书张一之就是一位没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这首歌曲唱出了台湾义勇队的成立宗旨，词作者是张一之，
他还请了解放军游击队之歌的作者贺绿汀为之谱曲。解放的先锋队，要把日后记住祖国，要把它在台湾的留1939年2月22日，台湾义勇队和台湾少年团在浙江金华9方巷这座房子内成立。第一批队员22人，其中包括6个孩子。此后，第2批、第3批共150多人由武夷山陆续到来。18岁以上的编入义勇队，16岁以下进入少年团。义勇队少年团在旗帜边列队，他们是台湾人当年参加抗日的象征。这是郭辅义，少年团的第一批队员，年仅10岁。义勇队都是大人，他们主要的工作，在台湾本岛的，在敌后的，而且参加战斗的，也有从事生产。像这个樟脑，或者是制药各方面的，还有最主要的，后来设立了很多的台湾医院，为老百姓、为居民来服务。1939年9月，义勇队总部外挂上这块牌子。第一家台湾医院在金华成立。之后，义勇队又陆续在浙江的衢州、兰溪以及福建建阳成立另外3家医院。台湾医院医术精良，收费低廉，广受抗日军民欢迎。那么少年团的工作是以文艺的各种方式来鼓吹抗日。到处写标，办壁报，那么唱歌、演街头剧，慰劳伤兵慰劳前线的将士反正抗战的工作，我们都一一的进行。当年的郭辅义是少年团演剧的主角，拥有不少粉丝。郭辅义他演话剧台湾小主人他是主角。他表演得很好，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跟2、3位同学讲说，还是我们来参加义勇队好吗？郭辅义的一场演出，让泉州孩子曾海涛加入了少年团，从此变成了台湾人。福建闽侯这座乡村老宅，住着一位当年少年团的歌舞明星，她是一位台湾医生的女儿。在襁褓中被父母抱回故乡福州。1941年10岁时，跟小哥哥一起参加了少年团。跳舞、唱歌我经常。我那个时候我去上了黄河大合唱、松花江上，好多。在少年团孩子们的心目中，李友邦将军是严厉的队长，也是他们慈祥的父亲。李友邦原先抱定台湾不光复、终身不娶的主意。一个出身于杭州大户人家的女游击队员，也曾发誓抗战不胜利，终身不嫁。但命中机缘让2人改变了初衷。因为母亲当时她是有加入游击队，加入游击队，然后跟我父亲就这样接近了。1941年，李友邦和严秀峰结为夫妻，成就了一段抗战佳话。他们牵手走过10年风霜雪雨路。1942年，浙赣会战爆发，金华沦陷。李友邦率义勇队南撤到福建龙岩，在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直接领导下，主要从事对敌政治工作。随着抗日形势发展，义勇队被扩编为义勇总队，李友邦升任总队长。
1940年初，李友邦前往中国暂时陪都重庆，为的是台湾抗日团体的合作大计。遭受着日本狂轰滥炸的这座山城，汇集了近100位台湾志士，他们成立了多个抗日团体，但力量单薄，组织涣散。抵达重庆的李友邦与谢南光、刘启光会面，于1940年3月共同成立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1941年2月，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发展为台湾革命同盟会，它由李友邦、谢南光、张邦杰等人领导的5个台湾抗日团体统合而成。大陆台湾人最大的抗日组织宣告诞生。台湾革命同盟会的主旨是集中一切台湾革命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光复台湾。台湾革命同盟会展开轰轰烈烈的复土复省运动。台盟会有关收复台湾的建议一次次呈递到中央政府。台湾原属我国所有，台湾民族即系中华民族，乃被倭寇强横占领，则我政府应视为沦陷区域，力图克服，以卫国人。书写抗战必胜这4个字的时候，国民政府主席林森70多岁了。这位辛亥革命元老的生命时光有10年在台湾度过。19岁时，他从福建闽侯家乡来到台湾，先后就读刘铭传创办的台湾西学堂和电报学堂。27岁，他参加乙未抗日，是刘永福黑旗军地雷队的技术干部。在担任国民政府主席的12年间，他最重要的一次讲话是在珍珠港事件爆发的第2天。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挑起了太平洋战争。隔一天，美英等国以及中国对日本宣战。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宣读的这份《国民政府之对日宣战书》，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议、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日本是这个依据《马关条约》来窃取台湾的哈。那么在这个中国对日本的宣战公告里面，中国就宣布以往这个一切跟中日关系有关的合同、条约、协定统统作废。实际上，以这个对日宣战公告来说，马关条约已经失效了，因为在这个国际法上，两国处于战争状态的话，以前订的条约就失效了。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结束了长达4年孤军奋战的局面，国际反法西斯的正义力量终于结成了同盟。1943年11月，中国国民党直属台湾党部由漳州迁往福建战时省会永安城外的这座古堡。一群台湾人在古堡大门悬挂上一副对联：“光复台湾，振兴中华。”他们将这座清代建筑取名为复兴堡。台湾党部于1943年3月在漳州成立。当年在台湾第一个加入中国同盟会的翁俊明医师，被蒋介石任命为台湾党部主任委员。台湾党部致力于培植台籍人士，收集日军在台情报，发展台湾抗日组织。1943年11月间，翁俊明在漳州寓所疑遭日本特务投毒暗杀。翁俊明被谋杀后，台湾党部先后由林忠、萧宜曾、邱念台、谢东闵等人领导，以永安复兴堡为据点，坚持到抗战胜利。台湾党部执行委员谢东闵
彰化人。他晚年回忆说，民国14年4月，我从台湾迂回前往上海升学，是因为不愿接受日本帝国统治，而归返祖国怀抱。那时我心里发誓，只要日本统治台湾，我就不回宝岛家乡。谢东闵一行人住复兴堡不久，万里之外的埃及首都开罗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1943年11月22日到26日，中国、美国、英国3国首脑举行开罗会议。之前中国领导人从来没有出国参加过任何的国际会议哈。那么开罗会议应该说是中国第一次参加一个国际峰会，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遭吧。会议发布了中美英3国联合公报及开罗宣言。开罗宣言对于这个台湾问题做出了非常明确的规定那么他是这样表述的，就是日本窃取于中国的领土，例如东北、台湾、澎湖，战后必须归还中国，这样是一个非常清楚的表述那么开罗宣言是对台湾回归中国又是一个加纳一道国际保障一个国际承诺。开罗会议之后，收复台湾已成定局，中国政府正式启动接收台湾的筹备工作。1944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49周年的日子，国防最高委员会中央设计局所辖的台湾调查委员会成立了。这是中国政府为收复台湾而设立的专门机构。行政院秘书长陈仪被任命为主任委员。时年61岁的陈仪是浙江绍兴人，曾2度留学日本，并娶日本女子为妻。1935年，在福建省主席任上，曾应邀率团赴台，参观始政40周年博览会，对台湾做过实地考察，是个日本通、台湾通。台调会委员共11人，其中包括台籍5人，他们是黄朝琴、游弥坚、邱念台、谢南光、李友邦。台湾调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调查台湾现状，涉及接收台湾方略，培养接收台湾的各种专业人才。在人员和资金都非常紧促的条件下，台调会艰难地征集资料，对日本统治下台湾的政治、经济、社会民生、远景司法等各方面做出详尽调查。这是台调会为中央训练团所开办的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编印的参考资料。这个训练班于1944年12月25日开课，为期4个月，学员118人，包括连震东等5位台湾学员。1944年10月，中央警官学校开办台湾远警干部讲习班，隔年改在福建办班，共培训各级警务人员900多名。各类接收人员培训班在福建乃至光复初期的台湾大量举办。台调会在充分咨询台籍人士意见的基础上，于1944年10月拟就台湾接管计划纲要草案，涉及内政、外交、军事、教育、文化等16项82条。1945年3月，草案经蒋介石审定，正式形成台湾接管计划纲要。台北的这座建筑原是日本台湾总督府，1912年开始兴建，历时8年完工，耗资281万日元。
1944年12月30日，陆军大将安藤利吉被任命为第19任，也是最后一任台湾总督。安藤利吉上任2天后，1945年新年到来，台湾开始全面征兵。被视为次等国民的台湾人，在当兵方面终于获得了与日本人平等的权利。当局把这鼓吹为台湾人的荣誉之门。日本已将台湾600万人完全卷入所谓大东亚圣战的总力战体制。整个台湾社会皇民圣战的气焰已被煽动到极致，但这却是日本殖民统治崩溃前的落日余晖，是日据台湾50年的末世图景。在台南某日本炮队服役的台湾原住民青年段在义当了逃兵。我就安尼看日本战败吼，拄仔无人食，佫话要用共事哦，我当逃兵。你是安怎较知影日本战败？就安怎迄阵啊，就是讲看讲，第一点无春粮通个食啦，第二点迄个兵嫌这无够悬的，无够大的，也拢叫去，就战败啊。吼，无较早日本兵嘛拢有咧选，到尾也无啊，就是拢好啊。含细汉的，我若小上照扣了对。对啦。佫无通食。无通食。毋来看报我就走啊，走较赢。段在义一走了之，躲进了深山。这个没读过几天书的原住民青年，凭着常识判断出日本即将战败的局势，这很不容易。随着太平洋战场盟军反攻的开始，从1944年10月到1945年5月，被日本作为南进基地的台湾，遭到盟军飞机持续轰炸，达1万架次以上。1945年5月31日，总督府中弹着火。台湾新报的日本记者伊藤金次郎写道：“以巍峨姿态威压四周的总督府厅舍，以各种意义而言，都是象征日本君临台湾之权威殿堂。而这样的殿堂，现在却一下子就被美国军机粉碎了。我顿时有了不吉利的预感。” 1945年7月17日到8月2日，美英苏三国首脑在柏林郊外波茨坦举行会议。中美英三国不久后又加上苏联，签订了波茨坦宣言。波茨坦公告重申开罗宣言所约束的条件必须实施。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就构成了关于台湾问题的一个国际文件。波茨坦公告实际上又是一个最后通牒，敦促日本必须投降。台北228和平纪念公园，当时称为新公园，是台北放送局的所在地。1945年8月15日，这里聚满了人群。中午12点传出裕仁天皇广播的终战诏书，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整个日本顿时陷入一片哀鸣之中。而中国大地则完全是另一副景象。8月15日，晴，日本投降。台南医生作家吴兴荣当天习惯性的用日文写下这篇日记。
第二天，吴兴荣的日记改用纯中文书写了。这天早晨，他漱口洗脸后，即献香祖灵神佛，然后同友人驱车外出，各脱衣装，跳下溪中，洗落10年来的战尘及50年来的苦旱。起了岸，个人向海面大声绝叫：自今日起，无人要开新生命了。台湾义勇队完成了抗日使命。闽西龙岩地方人士欢送总队长李友邦、严秀峰伉俪荣返台湾。抵达厦门后，台湾义勇队举行抗战胜利庆祝集会。李友邦挥笔写下2个大字“富江”。1945年9月2日，日本东京湾，美国海军密苏里号战舰上，中美英苏等9国代表接受日本投降。那么日本在投降书里面也再次确认了他们完全接受波茨坦公告。1945年9月9日9点，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黄埔路中央军校礼堂举行。中国军民以伤亡3500万人以上的巨大牺牲，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政府收复台湾及澎湖列岛的计划终于进入实施阶段。1945年8月29日，蒋介石签发委任书，陈仪被任命为台湾行政长官。9月1日，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在重庆成立。10月5日，先遣机构前进指挥所71人，在主任葛敬恩中将率领下飞抵台北。10月6日，今天的台北宾馆，当年的总督官邸挂上了前进指挥所的牌子。下午2点，前进指挥所主任葛敬恩率全体官兵举行第1次升旗仪式，在这根旗杆上飘扬了50年的太阳旗，终于被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取代。日本是8月15号投降，正式的受降典礼是10月25号，这里面真空了70几天。那么70几天，台湾的大部分的几百万的人，都几乎是在废墟之中等待新的政权。那么他们对祖国的一个，在那个时代里最纯真的表达，是在废墟之中架起的国旗。那么千言万语还不如一个画面。那我想的是一般老百姓的共同的心理。这幅对联当时贴在大稻埕著名的天马茶房店门外。这份《民报》是战后台湾人创办的第1份民营中文报纸。在日本投降后的仅仅几10天内，《民报》等3份报纸、14种杂志、3家通讯社就蜂拥而出。商店、酒家，各行各业都纷纷打出庆祝光复的旗号。作家杨云平发表文章，事实上，日本统治台湾的最大成绩，就是造成许多的儿童和青年忘记了他们的母语。杨云平呼吁夺还我们的语言。奉命接收台湾的中国军队是70军和62军。1945年10月17日，70军先发部队1个团，在军长陈孔达中将率领下，抵达北部基隆港，他们受到狂热的欢迎。
10月24日下午，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陈仪由上海飞抵台北松山机场，数万民众夹道欢迎。陈仪在机场发表履新第一声，他说：“我今日来台湾是要做一个台湾的服务员，不是要来做所谓官的。”今天的台北中山堂，那时叫做公会堂。1945年10月25日，大约有30万人一大早就涌向这里。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即将在此举行。中国政府的代表、台湾人民的代表、美国总统的代表、盟军代表，共250多人出席。上午10点整，礼炮声中，受降仪式开始。中国战区台湾澎湖列岛受降主官陈仪上将向日方安藤利吉大将下达第1号命令。安藤利吉在受领证上签字，然后由日本台湾军参谋长剑山春树向陈仪呈递上这份投降文书。受降仪式就此结束。短短5分钟，结束了日本对台湾50年的统治。随后，陈仪即席发表广播演讲。从今天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国民政府主权之下。这种具有历史意义的事实，本人我特报告给中国同胞及全世界周知。宝岛崇光，10月25日这个历史性的日子，在1946年被明定为台湾光复节。从10月25日光复这一天起，台湾人民一律恢复了原有的中国国籍。日据时期被改为日本姓名的台湾人恢复了中国姓名。在缅甸战场身中16处刀伤的林正亨，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活了下来。台湾光复了，他用已经半残废的手艰难握笔，给在台湾的母亲写了这封信。台湾的收复，父亲生平的遗志可算达到了。要是有之，一定大效于九泉。我的残废不算什么，国家能获得胜利强盛，故乡同胞能获光明和自由，我个人粉身碎骨也是值得。亲母亲不要为我的残废而悲伤，应该为家族的光荣来欢笑。曾经遍布各地的日本神社，或被拆除，或改成忠烈祠。新竹县忠烈祠是台湾光复后，在1946年改造完成的第一座忠烈祠。6月17日曾被日本定为始政纪念日，而台湾人称之为始政日。选择这个特殊日子，新竹县忠烈祠举行奉安典礼。祭祀先圣先贤以及对日抗战、为国牺牲的爱国烈士。1岁离开台湾的邱念台回来了，他站在父亲的遗像前焚香祭告。从神社到忠烈祠，外观依旧，但已乾坤挪移。侍奉着台湾的抗日英烈。
曾经供奉日本天照大神的至尊位置，被中华民族始祖皇帝的神位所取代。一个光复年代的过来人，他的脚步已不知多少回踏入这座见证历史变迁的建筑。1946年，作为台湾省监察委员邱念台的秘书，林宪参加了台湾光复致敬团。那一年，回到台湾的邱念台察觉到本外省人情感之疏隔，为紧速弥补裂缝，沟通两岸政情，邱念台于是想组建一个台湾光复谢恩团，到祖国去表示我们的心意。所以邱先生就找林献堂先生帮忙。林献堂先生听了邱先生的话以后，他也非常的赞成，就这样就把台湾地方上有名望的人，可以代表各地方的民众的人组织起来了。新竹北埔，1895年，抗日英烈江少祖的遗父子江振香，应邱念台邀请加入了谢恩团。时任台北瑞芳镇长的矿业巨子李建兴加入了谢恩团。1940年，李建兴五兄弟以及他们的瑞三矿业员工200多人被日本当局以通谋中国、密图叛乱的罪名逮捕。李建兴的三弟和长婿等20多人遭酷刑惨死，而被判12年徒刑的李建兴，直至日本投降后才得以脱离牢笼。台中市资深文化人叶荣忠被林献堂选入谢恩团，他是日据时期台湾民族运动的一名干将，并长期担任林献堂的秘书。这是个负载着广泛民意的团队，以林献堂为首，邱念台担任顾问，团名最后确定为台湾光复致敬团。1946年8月29日，那天的天气如同今天这样晴朗。台湾光复致敬团从台北启程飞往大陆。到达南京的第2天，8月31日上午，致敬团一行15人来到紫金山拜谒中山陵。我们台湾光复致敬团有3个主要的目标任务，一个是到南京去祭谒中山陵，中山先生要振兴中华，就是一个新生会，把光复台湾也是当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任务。现在台湾光复了，我们也应该到南京去，向他致敬。第二就是在这个抗战的这个期间呢，我们大陆这个民众还有军队死伤了很多，抗战牺牲这么大，我们台湾才可以光复，可以恢复到祖国怀抱里面来。所以我们呢也是应该到那边去，向大陆的这个人民，向全国死难的同胞，还有他那个遗属表示这个谢意。为此，致敬团和台湾民众为大陆抗日阵亡将士遗属募集捐款5000万元。第三呢，我们应该到我们的原族皇陵去祭拜我们的原祖，
表示我们跟大陆就同胞一样，大家都是炎黄的子孙。黄帝陵坐落在陕西省黄陵县乔山之巅，世称天下第一陵。5000年前的轩辕黄帝是炎黄子孙共同尊奉的人文始祖。祭拜皇陵、认祖归宗是台湾光复致敬团的3大宗旨之一。9月6日，南京的专机将致敬团一行送达西安。当天晚上，西北党政军3大员联合宴请致敬团。改天又有西安福建同乡会举办欢迎晚宴，乡情洋溢，气氛热烈。叶荣中保留下这些精美的请柬，从中可看到致敬团抵达大陆后所到之处无不受到隆重欢迎，还热情款待。包括于右任、白崇禧乃至蒋介石都先后会见并宴请致敬团，交换了关于重建台湾的意见。1946年9月11日，陕西省政府特别派列车高规格的护送台湾光复致敬团前往叶林，但是连天的阴雨使道路受阻，他们最终未能到达目的地，停滞在距黄陵100公里的耀县。9月12日下午2点，耀县古塔下的中山中学体育场，台湾光复致敬团一行以及当地士绅、学校师生共600多人肃立于此，设坛虔诚遥祭，奉告台湾已经光复，650万子孙重归祖国怀抱之心情。好像光复后回到我家里，见到我自己的父母，像到我们祠堂去拜祖，更激愤的那个心情，在那边呢遥拜遥祭，我们皇帝我们老祖先，这篇祭皇陵文由叶荣中撰稿。林献堂、邱念台审定，担任主祭官的李建兴将他高声地诵读出来。60年后，2006年，88岁的林献率台湾光复致敬团的后人，终于来到黄陵，实现了致敬团前辈未了的心愿。他们将当年那篇祭皇陵文镌刻成碑，树立于皇陵之内。当年在离别西安前夕，林献堂代表台湾光复致敬团发表了一篇语重心长的辞行文章，其中说到：光复后已觉有可爱护的国家，可敬重的民族，永不愿再见到有破碎的国家、分裂的民族。